狐族中最漂亮的九尾妖狐，却连基础的媚术都修炼无成，因此全狐族人都嫌弃这只小狐狸。当爹的一怒之下，把它丢入现代世界，收集不到3个男人精血，永远不许回家。就此，石生成了南城石家的小少爷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已经被3位病娇盯上。哥哥石于白，贴身保镖文景，青梅竹马陆静。此时地下室里响彻着清晰的鞭笞声。哥哥，别打了！石生在一旁泪眼汪汪的不断求情，绵软怯怯的嗓音让坐在黑色沙发上的男人终于睁开了眼睛。哥哥，是我让阿锦带我出去的，求你别打他了，我知道错了。石于白伸出手，冰冷修长的指尖捏住石生下巴处的软肉，嗓音又低又轻，带着某种压抑的阴沉的暴力。不，你还不知道错。鞭笞声一声声的落下，又急又快。石生想转头看一眼身后的人，下巴上的力道却骤然收紧。石于白凝着石生的眼，顿了2秒，他弯身从地上把石生抱了起来。身后的鞭笞声在这1秒戛然而止。石生悄悄地松了口气，细白的手臂勾着石于白，窝在他怀里轻声开口：“谢谢哥哥。”石生被石于白抱着回了房间，放在床上。他立在床边，居高临下的看着石生，见他脸颊处上涌的红印，胸口间的暴力又翻腾而起。如果下一次生生再敢去酒吧，那种地方染了一身的酒意回来，文景的那条命你就留不住了。不会了，哥哥。石生闻言急忙圈住石于白的腰身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石于白垂下眼眸，看着石生蓬松柔软的头发，别撒娇了，你喝了酒不能在高温的地方待久，我陪你洗个澡就走。石生闻言正了下抬眸去看石于白，湿漉漉的眸子里有一层薄薄的抗拒。怎么？石于白半眯起眸子，声线蒙上了层冰凌似的雾气，不想让哥哥给你洗澡。石生闻言那点抗拒散得干净，唇角的笑又乖又软，眉眼弯弯，想的我想让哥哥给我洗澡。浴室内雾气升腾。不久后，石于白把昏睡过去的石生放到床上，他的视线落在了细白的指尖上，昏睡了却还是不忘抓着他。他的生生一直都是这样乖，可偏偏有人要带坏他一手养大的乖孩子。文景。石于白想到那张永远没有表情的脸，眸色暗暗。文景是石生的保镖，但又不同于其他的下人，文景是石家家主临死之前亲自为石生挑的人，从石生11岁时就一直陪在他身边。就算是如今石家家主石于白，他可以惩罚文景，却也不能把文景驱逐。关门声响起时，一片漆黑的房间，石生颤颤巍巍地睁开了眼睛，手腕上有一抹浅绿色的光闪过，清澈的少年音在房间内格外突兀。小主子，石于白走了。石生当然知道石于白走了，他坐起身恼火地套上睡衣，这才生出几分安全感。真是变态！石生耳尖红得厉害，石于白大变态，嘿嘿，我觉得还好吧。石生抬起手腕看着那抹亮光恼火。木木，你还说？木木180度大转变，坚定地开口：小主子说得对，变态，石于白是大变态。石生满意了，重新窝回被子里，酒意散尽，神志清醒。他点了点手腕，青玉色的手环浮现。木木，我可以不收集石于白的精血吗？他是我哥哥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青玉色的镯子上，一个通体银白的蜜蜂飞了出来，在石生的耳边发出声音：且不说你是狐族未来之主，就说你现在的身份，外面谁不知道石于白是收养的？他算你哪门子哥哥？安心啦，小主子。可是我想回青丘了。石生从入了转生轮到现在22年都没见过同伴了，他现在还失去了法术。石于白从小到大恨不能把他拴在裤腰带上，每天可无聊了。青丘那么多狐狸哥哥姐姐，干嘛要让我来收取帝君精血？木木扑腾着翅膀落在了石生的肩膀上，像是在安慰。小主子，你是狐族下一任的王，这么艰巨的任务除了您还有谁能完成？石生把木木从肩膀上捏下来放在手心里。真的吗？木木对上石生清澈见底的眸子，沉默了2秒，闭上眼睛，千真万确。小主子想一想，您要唤醒的是谁？那是帝君，曾经拯救3界的帝君。万年前若不是帝君，狐族早已覆灭，如今帝君还差最后一式的3滴精血便能苏醒，我们狐族要不要为唤醒帝君出一份力？石生突然感觉一股热血涌上，猛然起身重重点头，当然要。木木被石生突然的动作整得在他掌心翻滚了2圈才重新站稳，嘴上却没闲着。木木，我最崇拜的就是小主子，别人跟小主子都是假玩，只有我跟你真玩，我最心疼小主了。小主子不喜欢石于白，咱们就不理他。现在下床，我们去看被你玩弄在鼓掌之间的第2滴血。石生抿唇，穿上蓝色的兔子拖鞋，一副舍身取义的悲壮模样，看得木木那几乎没有的良心都差点被唤醒，提醒了句：动作小点，别被石于白发现了。石生拢了拢身上月牙白的真丝睡衣，把手机上的手电筒打开，悄悄地下楼到了1楼最边边的房间，安全到了文景的房间门口。石生怕发出声响，连门都不敢敲，推开了门就呲溜一下钻了进去。阿锦，我来看。石生把门关上，话还没说完，雀跃的转身却没想到直面一具精壮的肉体。文景刚洗完澡，浑身携着水汽，有水珠从胸膛处滚落滑到腰身，最后没落在性感的人鱼线下。看到石生后，他愣了一下，过来生生。石生没动，垂下了眸子，你先多穿点衣服，背上有伤穿不了呀。文景转过身，把背上纵横交错的伤口露在石生的视线里，皮肉之上透出血色。石生方才隐约浮上的害羞散了个彻底，眼尾阴出了星星点点的红。文景背过身半晌没听到动静，以为人被自己吓到了。漆黑的瞳仁里划过一丝兴味，正欲转身，可下一秒身体却骤然僵住，很轻的吹气声伴随着脊背上的阵阵凉意，让文景全身的血液涌向一处。他现在只庆幸腰间浴巾松垮，才不至于让他丑陋龌龊一面被小少爷发现。对不起。石生看着文景背上的血痕，眼眶红得厉害，愧疚的道歉，都是我不好，非让你带我去酒吧玩，才害得你被哥哥打。文景心口滞了滞，捏着石生
生脸颊处的软肉，弯下身和他平视。别哭，不疼，怎么可能不疼？一定疼死了。石生咬着唇抬眸去看文景，瞳仁里含着湿漉漉的水汽，像是被雨打湿的蔷薇，脆弱又美丽。文景被他这样看着，骨头都软了下来，很疼。那生生替我上药。文景是因为他胡闹才受了伤。石生忙不迭的点头，把文景拉到的床边，你趴好，我帮你弄。文景听话趴在床上，可满脑子都是那句娇娇软软的我帮你弄。石生没注意到文景的变化，把冰凉的药膏挤在指尖上，顺着伤口细细的涂抹。文景脸埋在枕头里，感受着柔软的指尖在脊背上游走，思绪开始变得杂乱污秽。等石生把药上完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涂抹好了，今天就这样睡，不要躺着。文景抓住石生的手，轻声开口，说好带你去酒吧玩，就给我亲的。石生眨了眨眼，我们被抓回来了，我都没玩。知道他这是想赖了。文景也不恼，小少爷是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所以即便小少爷说喜欢我，要做我也不愿意给我亲吗？文景习武手上有一层厚茧，石生的手腕被他摩擦有些疼，他抽回手，小声开口，我还没准备好。石生说话的语调有些慢，嗓音糯糯的，落在文景耳朵里似撒娇一般。文景最受不了小少爷这副模样，他只能继续趴着，难耐的闷哼了声。石生听到带着痛意的低喘，以为他是疼，有些着急，还疼吗？我让李叔过来。石生说完就要跑，文景拉住他，李叔一来，石先生就知道你来了，你不怕那怎么办？石生是真的急了，那些人的鞭子下去的时候半分力气没收，一背的伤口不处理好很容易感染的。可文景这么说，他还是没敢出去，要是被石鱼白知道他偷偷来看文景，还不知道要被怎么罚。文景视线落在石生湿漉漉的眉眼间，在做人和不做人中挣扎了2秒，然后选择了后者。石生是他1个月前他生日，小少爷自己巴巴的跑过来说喜欢他的，朋友亲一口怎么了？文景扣住石生的手，眉眼间的痛苦散开，他用脸去蹭石生的掌心，嗓音低沉，我好疼，生生。石生眨着眼睛，有些不知道怎么办。文景像是痛得说不出话，侧过脸温热的吻落在了石生的掌心，似乎想要以此来缓解背上的疼痛。很快石生的手腕处就染出了红，气氛在一瞬间变得有些浓稠，他才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，文景要亲他。文景的喉结滚动，神色变得痴迷，生生就当救救我，让我亲一口。2个人的距离太近，文景的呼吸重了几分。石生下意识想后退，可腰肢却被一双大手紧紧箍住，无法起身。石生的脸泛上了点淡淡的红，我不会，我也不会。文景眨了下眼，一起学习一下。石生抿了抿唇，文景看似在征求他的意见，实际上并没有留有余地。犹豫了一下，他颤颤巍巍地闭上了眼睛。石生的心跳有些快，撑着床的手无意识地摆动了一下，然后他摸到了一块柔软的布料。石生有些茫然地垂下眸子去看手心里的东西，是一个纯白色的小裤子。文景低头的动作顿住，暗道了一声不好。石生反应过来手中的东西是什么后，大片的红从耳根蔓延开来。石生满脸羞红地瞪着他，文景的视线落在近在咫尺的唇上，不甘地深吸一口气，艰难地松开了扣住石生腰的手。你听我解释。自己扔掉的裤裤从文景的床上找出来了，这还有什么好解释了？本来以为石鱼白是变态，没想到文景也没好到哪里去。石生脸涨红一片，憋了半天，视线却不小心落在文景因为起身而无法遮掩地方，终于没忍住怒骂变态。石生穿着小兔子拖鞋，气呼呼地转身就跑。文景没拦住，看着石生的背影咬了咬牙，他把石生丢在地上的裤裤捡起来。文景面无表情地走进浴室，而这头的石生正坐在床上对着木木骂文景，上个月让他做，他还说考虑考虑，我提心吊胆好几天他才同意，合着跟他演戏呢。木木扑腾着翅膀和石生同仇敌忾，小主子说的对，演员，文景绝对的演员。石生抱着枕头嘟起嘴生闷气，我要跟他分手。不行。木木绕着石生飞，翅膀扑腾出银色的光晕，文景是攻略目标。石生眯着眼捏住木木的翅膀，帝君那样光风霁月的人怎么会变成石鱼白和文景这样的变态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木木翅膀被捏住飞不动，眨着眼睛去看石生，错不了，可能是环境影响，其实也不是变态。换个角度想想，这2个人不正是因为爱您才会这样？石生松开了木木双手，拖着下巴听他说。木木不飞了，落在被子上。之前文景犹犹豫豫的跟您在一起，您不是还担心不好拿到精血？这下完全不用担心了。石鱼白和文景这2个人，您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还有，木木咧开嘴，之前您想骂石鱼白，但是不敢，如今您可以把所有不能反抗的怒气都撒在文景身上，您想什么时候收集他的精血就什么时候，您想怎么折磨他就怎么折磨他，这样想想是不是很爽？石生垂眸去看木木，顿了2秒开口，我第一次在迎风这种灵兽的脸上看到猥琐2个字。木木的笑意僵住，忍了又忍，咬牙开口，小主子，当初您被扔进转生轮是谁不顾阻拦跟过来保护您？是我。又是谁在你变成小娃娃时日夜陪伴？是我。我放弃自由荣耀还有即将到手的老婆，毅然决然地追随您，您怎么可以说我猥琐？木木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转过身用屁屁对着石生。石生戳了戳他银色的屁屁，软软的带着根小针。好啦，对不起。木木抖了抖屁股，扑腾着翅膀不让石生摸他。石生歪着头，别生气了木木，我觉得你说的可有道理了，所以我决定把第一个攻略人物换成陆景。石鱼白这个人太过腹黑，手段残忍，木木一直都让石生把他放在最后一个攻略，说是一旦沾上不好摆脱。文景作为离石生最近的人物，身份低微，一直都是第一个攻略目标，等收集完了一笔钱就能打发。而现在石生决定调转一下，把本来是第2个攻略目标的路径换成第一。静静最像帝君温柔雅致。石生打了个哈欠，躺在了床上，跟这2个变态不一样。看了眼时钟，折腾到现在快3点了。木木叹了口气，扑腾着翅膀关上了灯。石生手腕处有光一闪而过，很快消失不见。翌日清晨，石鱼白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装，在石生的门口眉眼森寒的凝着文景。文景面无表情的道：石先生，小少爷还没醒。石鱼白扫了眼文景挺直的脊背，伸手去开门，可还
还没碰到门把手，手腕就被一股大力钳制住，好似带着能捏碎人骨头的力道。文景抓住石于白，语气淡漠地重复：“石先生，小少爷还没醒。”石于白的手被阻在半空，他冷眼看着文景，顿了一下后，嘴角扯出一抹残忍的笑。看来我昨天不应该因为生生哭而心软，就应该废了你。文景松开石于白：“您不敢，他是石家父母留给石生的，只要不是石生亲自赶他走，他就能一直在石生身边。至于石于白，再看不惯他也只能让他受点皮肉之苦。”石于白活动了下有些麻木的手腕后，一拳打在了文景的脸上。石于白没有文景力气这么大，但也不是吃素的。他看着被他打到后退2步的文景，面色森然：“你是一条家养的狗，乱咬人对你没好处。”文景舔了下出血的口腔，他扯出一抹笑，有些讥讽和得意：“我这条狗不正是因为要咬你才存在的吗？”石于白闻言，狭长的眸子半眯，有丝丝缕缕的寒意散开。石生出来就看门口一左一右2个男人在对峙，虽然没有硝烟，但他确实闻到了火药味。石生看了看石于白，又扭头去看唇角溢出血丝的文景，他眉头微颦想说话，但是张了张嘴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石于白扫了眼文景，继而把视线落在石生有些困倦的脸上，冰冷似的声线瞬间软化：“昨晚没睡好吗？”石生点了点头。文景站在旁边，视线落在石生的手腕处，上面还能看到一块不易察觉的红。他眼神变了变，心跳快了几分。石生没看文景，回答着石于白的话：“不太好。”石于白去整理石生头顶被压翘起来的一缕头发，吃个早饭继续睡。晚上哥哥带你去看烟花。听到烟花2个字，石生眼睛亮了亮。那哥哥到时候去静静家接我。石生环住石于白的胳膊，嗓音带着刚睡醒的软糯：“我今天要去静静家，他说要给我画画。”石生环住石于白下楼，视线从头到尾都没有落在文景的身上。文景跟在2人身后，漆黑的瞳仁里泛出幽幽寒光，像是隐匿在丛林深处的兽，在盯着自己的猎物。石生是故意不理文景的，坏男人之前一直装出一副清冷禁欲的样子，他喜欢装，这下就装个够。等文景在石生旁边坐下，石生都未曾看他一眼。文景不同于其他人，一直都是跟石家2兄弟同桌吃饭的，这个特殊来源于石家父母给的特权。这个特权大到如果有朝一日石生和石于白同时离开石家，那么文景会是石家的掌权人。吃完早餐，石生放下碗筷：“哥哥，你送我去静静家吧。”文景本来就提着的心随着石生这句话落下，仿佛漏了一拍：“小少爷，我送您去。”石生拿起纸巾擦拭着自己的手，终于施舍般的扫了文景一眼：“今天不用你，小少爷，我……”石于白起身打断文景的话：“走吧，哥哥送你去陆家。”石生点了点头，从文景的旁边走过，没有去看他骤然变白的脸色。等到2人来到陆家门口，石生下车，陆家大门立刻被打开。陆静穿着白色的真丝衬衫坐在轮椅上，身后一个佣人为他打着伞，遮住有些炙热的阳光。陆静看到石生的时候，苍白的唇扯出一个欢喜的弧度，但他还是极力克制，先对着石于白开口：“于白哥。”石于白点了点头：“生生今天就麻烦你了。”“不麻烦，我自己一个人很无聊。”石于白看向陆静腿上盖着的薄毯，难得生出了几分不忍，大约是因为陆静跟石生差不多大的缘故，他不敢想如果他的生生终日坐在轮椅之上郁郁寡欢，他会有多难过。“哥哥，你快去公司吧，晚上来接我。”石于白闻言点了点头，和陆静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。石生把石于白送走后，才终于放松了下来，噔噔地跑到陆静身边，仗着自己站着居高临下的挑起他的下巴：“为什么只叫于白哥？明明上次还叫我哥哥的。”文景和石于白都比石生大，唯有陆静比他小。石生最喜欢缠着陆静喊他哥哥了，可爽了。陆静被迫抬起头去看石生，闻言苍白漂亮的脸上染出了丝丝缕缕的委屈：“我为什么要叫你？你只会欺负我。”石生愣了下，松开手，有些茫然：“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？”陆静放在毯子上的手颤动了一下，他垂下眸，眼里流淌过一瞬晦涩，没搭理石生，操控着轮椅朝着院子里走去。为了方便陆静，陆家没有楼梯，只有电梯，院子里也没有任何的小台阶。石生走在陆静旁边，眉头微颦：“为什么不理我？”陆静操控着轮椅朝着别墅后面而去，身后的佣人在关上陆家大门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石生问了第2遍都没得到回答，他站在原地不愿意动了。陆静一直注意着石生，见他这副样子也停了下来，轻声开口：“才问了2句就不问了，对我这样没有耐心吗？”陆静说话时，漆黑的瞳仁直直地看向他，一时间石生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。“那我再问一遍，10岁时你说的每周都会来，可今天距离上次已经27天了。”陆静修长的指尖落在黑色的轮椅之上，说话时淡漠又平静，可一双看着石生的眼却带着谴责：“石生，你骗了我。”石生闻言，方才因为陆静不理他而升起的那点不愉散的干劲，他狡辩道：“我最近有点忙。”石生这句话说出来都底气不足，他哪里是有事，是文景那边进度比较好，他就多费了些时间，所以无暇顾及陆静这边。陆静眨了下眼睛，栗色的头发被风吹乱，他操控轮椅继续朝着别墅后走去。石生这下老实了，一言不发的跟在陆静旁边，有些蔫蔫的。不过这点蔫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好漂亮！别墅后的花园里，石生看着大片的蔷薇花，眼睛亮得厉害。这是今天的布景吗？陆静嗯了一声，调整已经立好的画板。石生喜欢花其中蔷薇最甚，他以前在青丘城日里最喜欢在这种娇艳的花海里打滚了。今天的布景他超喜欢，有些期待的开口：“我坐在蔷薇中间吗？先换衣服吧。”陆静把旁边推车上的礼盒递给石生，说话时脸颊一侧的酒窝若隐若现。石生接过衣服，他之前来的话有时也要换衣服，习以为常的朝着换衣间走去。陆静坐在画板前，嘴角勾出了一个很轻的弧度。10几分钟后，石生都没出来，陆静也不着急，只是从画板处移动到布景处整理着。快半个小时后面才有很轻的脚步声传来。陆静转身，即便已经有了准备，他也依然怔了一瞬，手中捏着的蔷薇花落在地上。石生穿着纯白色的宽大单侧露肩长袖上衣，左边身子大片白皙的胸膛和锁骨裸露，裤子是一条正常的白色及膝短裤。为什么说裤子正常呢？因为这上衣是蔷薇刺绣的白色的蕾丝，该遮的不该遮的全都遮不住。石生甩了甩宽大的袖口，不好意思的开口：“真的要穿这个吗？”听到声音，陆静才终于回过神来，猛然攥紧腿上盖着的薄毯，开口时嗓音有些哑：“这样穿和场景最大。”石生闻
闻言也不好再扭捏。陆静说最大那肯定就是最大的。他咬了咬唇开口，用什么姿势？饶是陆静在告诉自己不要多想，也无法抑制脑海中的升起的欲。他顿了下，腿分开跪坐在中间。石生经常给陆静当模特，听他说话熟练的把鞋脱了，跪坐在花海中间，这样可以了吧？陆静的视线落在石生赤着的脚上，漂亮的人连脚趾都是粉色，光是看着都知道娇气怕累，坐一会儿都嫌累，要以后被他随意摆弄时恐怕只知道哭了。陆静走到画板处，有些狼狈的抬起画笔，可是看着花海中露出肩膀，眉眼纯澈望向他的石生，他半晌下不了手。石生歪着头，半晌没看到陆静有动作，怎么了？2秒后，陆静把调色板放在轮椅上，捏着画笔走到了石生面前，缺了点东西。陆静喉结滚动，手中的画笔沾着画板上的红，冲着石生白皙漂亮的锁骨而去，笔刷落在上面带出浅浅的痒意。石生瑟缩了一下，他张了张口想要说话，可是看着陆静认真的样子，还是抿住了唇。玉白的皮肉染上了红色颜料，交织出了极致的艳色。等到陆静收笔之时，他的手开始轻颤，眸中泛出浓稠的痴色。好漂亮，漂亮的美人身处花海之中，皮肉上连绵的蔷薇与周围融合，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他。陆静的心跳加快，像是要从身体里面蹦出来。石生松了口气，好了吗？身上的颜料还没干，湿哒哒的沁在皮肤上。陆静的视线顺着蔷薇一路向上，最后落在了石生的唇上。喉结滚动时，嗓音沉沉，还差最后一步。陆静说完，抬起手重新提笔去画花海中心的石生，这一次是12万分的认真。从石生细软黑色头发、玉白的皮肉、湿漉漉的瞳仁，再到红肿的双唇，陆静的笔越来越慢，每一次调色都不允许自己出任何差错。等一幅画结束时，石生已经歪倒在了花海之中，呼吸平缓而均匀。陆静放下笔的瞬间，紧绷的臂膀下带色的青筋凸起，有些轻微的抖。他端向着画上的石生，嘴角缓慢地扯出一抹痴迷的弧度。良久，他从轮椅之上缓缓起身，黑色的裤子包裹的修长双腿终于暴露在空气之中。他缓步走向石生，勾着他纤细的腰肢和腿弯，把人抱在怀中，动作又轻又柔，像是对待着极易碎裂的珍宝。陆静把石生抱回自己的房间，黑色的床单之上落入了唯一的一抹白。从他和石生相遇之初就是如此，阴暗的黑和最近的白。他是不被人期待的婚生子，从小就被比他还大3岁的私生子嘲笑折辱，又被父亲养在外面奉为白月光的女人硬生生打断双腿，不良于行后又被放逐在南城，而他的母亲死在了他8岁，也是他断腿的第1年。除了石生，没有人理他，他是阴暗角落里发黑恶臭的淤泥，可石生却是天边的一轮皎月，散了一束光在他的身上。那个时候他就发誓，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束光。陆静的手落在石生的脖颈处，抚摸着他亲手画出的蔷薇花，苍白的面庞开始浮出红印，表情变得癫狂痴迷。最纯净的白就应该染上黑色，弄脏才好。石生曾说他温柔雅致，他只觉得可笑，这世间从没有出淤泥而不染，如果有那个人也不会是他。陆静低下头向着脖颈而去，在理智即将沦陷之时，陆静近乎狼狈地跑出自己的房间，冲到了走廊深处的一间密室。打开门后，他并未着急开灯，而是背靠着门大口的呼吸。过了好半晌，昏暗的房间才亮起灯光。这是一间没有床的房间，一整面低墙被打造出无数的小盒子，每个盒子里都用灯光包裹着不同的东西，蜡烛、手铐等等。陆静的视线移到另外2面墙上，大片的画挂满左右2侧的墙，每一幅都是石生各种各样的。陆静走到墙边，抬手抚摸着距离他最近的一幅画，指尖在石生的脖颈之上流连。今天是他认识石生的第10年，那个时候石生是住在他旁边的别墅，只是后来石家父母离世，石玉白怕石生触景生情，所以搬走了。10年前的今天，石生抱着雪白的小狗，站在被保姆赶出去饿到快要昏迷的他面前，一双湿漉漉的眼睛凝了他几秒后，放下小狗，把满身污渍和伤口的他抱了回了石家，对着石玉白说：“哥哥，我捡到一个人。10年过去了，那条小狗已经老死，但他的生生还恣意的生长着。”陆静垂眸贴上了壁画，生生既然捡了我，就别妄图丢下我。第2天一早，石生是被饿醒的，他被石玉白养得很好，生物钟准时在12点开始叫他起床吃饭。伸了个懒腰，石生朝着浴室走去，准备先洗个热水澡。另一边，陆静坐在密室的角落处，看着电脑屏幕，一直等到衣服盖住所有让他着迷的风景之时，陆静才怅然若失的回过神。他面无表情的起身，朝着另一间房子的浴室走去。石生刚坐到餐桌上，就看陆静从电梯里出来，坐着轮椅。画完了吗？石生喝了口果汁，冲着陆静说：“昨天没睡好，影响你进度了吗？”陆静夹了块糖醋小排放在石生的碗里，不影响，已经差不多了，还有些地方需要补一点。石生闻言点头，松了口气。他还是很喜欢陆静给他画画的，每一次画的都很漂亮。他有些可惜的叹道：“周老那边你真的拒绝了？他可是华国很有名的美术大师，迄今为止从未收徒。”有一次，石生把陆静画的他发到了社交平台上，突然火了一把。周老私信他联系了陆静很多次，想要收他为徒，都被陆静拒绝了。石生觉得可惜，凭着陆静的造诣被人带着，一定会有非凡的成就。他总觉得陆静不应该一直是轮椅之上碌碌无为的人。陆静视线落在石生脸上，我志不在此。他要的不是那些，而是眼前人。他一定要坐在更高的位置上，比如陆家家主。虽然他厌恶陆家，可也只有陆家家主的身份才配得上石生。就快了，他就快坐上自己想坐的位置了，也很快就可以拥有他的生生了。好可惜啊！不过你觉得好就好，不可惜。一旦成名，就会沾染利益和污垢。我喜欢这种笔随心动的感觉。石生眨了眨眼，觉得这句话说完之后，陆静的身后有出现了一束光圈。他满意的都想立刻把木木拉出来，让他听陆静说话，这才是帝君，不染尘埃，清冷绝尘。石玉白和文锦那个2个人全是歪了，把帝君的形象都毁了。幸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石生吃的差不多时，放下了筷子，他起身去看电视，电视上放着主角接吻的画面。石生脑子终于反应过来，他今天来干嘛的了？他要来勾引陆静的。石生赤着脚窝在沙发里，关掉电视，看向陆静：“你有喜欢的人吗？”陆静闻言心咯噔了一下，短暂的心虚过后，有种莫名的恐慌。“我没有，你有了吗？”石生摆手：“我也没有，就是问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。”
的人，知道喜欢哪种他就投其所好。陆静那么纯，他可是狐狸精，对付一个纯情小可爱还不是手到擒来。陆静把石生的话在脑海中用最快的速度拆解分析，他眉头微颦，似乎在想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：九天谪仙天上明月，尊都不喜欢狐狸精吗？喜欢神仙那一挂的吗？石生捏了一下窝在沙发里，过了一会才悠悠开口：才没有那样的人，肯定有的。陆静又重复了一遍。石生抿了抿唇不说话了。陆静察觉到了石生有些低迷的情绪，他指尖微动，有一种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可能性在心中生长，不过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。他刚才差点就要以为石生问出这句话是在试探他喜欢他的，可是陆静想到这一个月石生敷衍的短信，那点美好的幻想就被瞬间压制了下去。但凡石生对他有那么一点的爱，都不会冷落他至此。思及此，另外一个不好的想法开始被放大，石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跟他聊这个，这样的话题除了试探就是想分享了。春心萌动的人才会去问这种话题。陆静低垂下眉，眼睫毛颤动，是谁引诱了他的人？陆静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身影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状似不经意的开口：阿锦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以前石生来的时候，文锦也会跟过来，不过他会以不愿意和外人接触把文锦安置在客房。石生来找他的时候，他不允许有任何人打扰。文锦是石家父母留给石生的，这么多年来几乎是寸步不离。从他认识石生开始，文锦就一直在石生的身边，让他厌恶不已。石于白把石生看得眼珠子一般，他10年来竭力讨好示弱，才换得石生一周一次的来临。石于白不可能让石生的身边出现别人，最起码现在不会。若是真有人引诱，除了文锦他想不到其他人，更何况文锦对石生的那点心思，他看得分明。文锦每每落在石生的身上的眼神，尽管极力克制，可他存的同样的心思自然敏锐。如果是文锦，陆静轻舔了一下后槽牙，眼神晦涩森寒。虽然文锦身份特殊，处理起来有些麻烦，可是一个保镖而已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弄死也不是做不到。陆静在抬眸时又恢复了温润雅致的模样，他平日里不是离你远一点都不行吗？听到文锦的名字，石生莫名的有些心虚，想引诱陆静的心思变淡。三个人虽说都是帝君的分身，但他还是心虚的厉害，毕竟三人现在的性格天差地别。为了防止有意外发生，他在收集到3滴精血之前不能翻车。石生憋着一股气冲着陆静开口：他惹我生气不带他，阿锦话很少的，怎么会惹到？石生拿过身后的靠枕抱在怀里，别问了，不想提他，根本开不了口跟陆静说文锦是变态，况且他也不能在陆静的面前表现出和别人有暧昧关系。好累啊！石生再一次感叹，为什么帝君最后3滴精血会凝成3个人，而不是1个人？石生说完话就闭上了眼睛，是很典型的逃避姿态。陆静看了他一会儿，眸色越来越沉。石生这副样子像极了和伴侣吵架的姿态，心中的想法开始变成实质。陆静挥去心口的躁郁不安，陪石生看了2部电影。等石于白给石生打电话说快到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去。石生从沙发上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：我要走了，下个星期还会来吗？石生想了下，如果不忙可以，你说过每周都会来，你已经食言过1次了。陆静捏住石生的衣角，轻声打断他的话，苍白的脸上丝丝缕缕的委屈溢出，嗓音清冽的叫着：哥哥。闻言石生根本拒绝不了，陆静一声哥哥叫的他脊背都麻了。之前只有他跟别人撒娇的份儿，陆静是唯一一个跟他撒娇的，而且他现在就是决定先攻略陆静了。思及此时生学着石于白经常对他的动作，揉了揉陆静的耳垂：哥哥明天还来，你在家乖乖等我。等到石于白来把石生接走，陆静的坐在轮椅上看着他离开的地方。过了半晌，管家的声音自身后响起：少爷，为什么不告诉石先生您的腿已经好了呢？陆静闻言从轮椅上站起来：我好了，他就不会来得这么频繁了，更何况如今还不是最好的时机。石生有一颗柔软的心，他的伤会让石生一再的对他心疼，可他也不会让石生跟一个残废在一起，他迟早会站在石生面前，很快他能够让那些毁了他10几年的人为自己犯下的错事付出代价了。那个时候他会以全部身家为凭，以此拥有石生。管家语调平缓：那个草包的丑闻在热搜上挂了半天，现在陆氏的股票持续下跌，至于那个女人，如今被您派去的人迷得神魂颠倒。陆静神色淡淡：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迫不及待的拥有石生。对了，陆静看向管家，神色森寒：找人盯着文锦和石生，我要知道他们每天都做了什么。石家森严恐怕不容易，除了石家之外的地方我要知道。陆静一字一顿的开口，他不允许有任何人觊觎他的皎月。晚上9点，石家门口，太好看了，超漂亮。石生解开安全带，回想着方才的烟花秀，漂亮死了。1个多小时，各式各样漂亮的烟花，盛大艳丽。石于白捏了捏他脸上的软肉，嗓音温和：喜欢的话，我让人天天放给你看。那算了。石生下车，每天看不行，容易腻。石于白没说话，跟着石生一起下车。开门的瞬间，他扫了眼门口，笑容缓慢的散去。文锦穿着黑色衬衫，依靠在墙边，半边身子没在阴影里，眸色灰败，像是被主人遗弃的小狗。石生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，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席卷而来，脑海中闪过一双陌生的眼，与文锦此刻的眼神重叠。心脏在一瞬间刺痛的厉害，可也仅仅只有一瞬便立刻消失，好像方才让他无法喘息的痛只是错觉。石生有些茫然地看着文锦，喃喃开口：阿锦，不对，好像不太对。石生想叫阿锦，但是觉得不对，他总觉得自己叫的应该是另外一个名字。生生。石于白握住石生有些微凉的手，语气淡漠：回家。石生看了文锦一眼，方才的感觉彻底消失，他皱了皱眉，觉得奇怪，只能跟着石于白回家。文锦一言不发的跟在石生身后，脚步很轻。文锦。石于白侧目看文锦，等生生找你再继续跟着吧。石于白是在提醒文锦，上午石生说的不用你。文锦脸色一瞬间变得苍白，脚步顿在原地。石生回了房间，洗过澡，越想越觉得不对，他点了点手腕，一只银色的小蜜蜂扑腾着翅膀飞了出来。石生把方才的情况跟木木说了下后嘟囔着：
好奇怪，感觉心像是被人挖出来一块，痛得快死掉了。那一个瞬间几乎让他直不起身子。木木落在石生的肩膀上，顿了顿开口，在人间这个叫心肌缺血，您今天干嘛了？过大的运动量才会产生这种病症。心肌缺血。石生皱眉，唇上被路径碾磨出的红肿已经消退，他捏着木木的翅膀，把它放在手心。我今天去找静静画画，晚上去跟石玉白看烟花，没有什么活动量啊，我是不是生病了？怀疑是，明天去医院做个检查。石生被吓到了，哀哀地看着木木，我不会死掉吧？任务还没完成呢。那倒是不会，这副身体活到80不成问题，应该是你昨天太晚睡了才疼的。听到这副身体能活到80，石生松了口气后开心了，那还去检查什么？嘿嘿嘿。石生的情绪来得快去的也快，木木在他的手心扑腾着翅膀，屁股上的尖尖发出银色的光芒，比翅膀还长的睫毛颤动着，悠悠开口说去攻略路径，进度怎么样了？别提了。石生歪在床上，他喜欢神仙，不喜欢狐狸精。木木。石生把路径的话给木木重复了一遍，木木沉默了2秒，坚定的开口，没有人会不喜欢狐狸精，路径也不例外，狐族从来没在诱惑别人这种事情上失过手。小主子，拿捏他。石生蔫蔫的歪在床上，爹爹说我是狐族最蠢的狐狸了，别的狐狸早早的就有人提亲，就我没有，1000岁了，连个多跟我说几句话的腰都没有，我可能真的投错胎了。木木飞到了石生耳边，趁他不注意翻了个白眼，在心里吐槽，那些人是不想靠近他的小主子吗？背地里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对着他的小主子流口水，只是顾忌着那个人不敢罢了。木木趴在石生的耳边，从哪里被人看不起，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等我们唤醒帝君，小主子，您就是3界的大恩人，到时候想和你好的人还不得把青丘的地都给踩平。小主子，我们要不要手拿爽文剧本？石生机灵了一下，脑海中开始想象众神排队带着珍宝去青丘，想要成为他妃子的样子，顿时来了精神，握拳开口要。很好。木木开心的点头，那现在把门口的文景叫进来吧。好。石生热血的动作还没收起来，表情有些茫然。文景在门口站许久了，像被抛弃的小狗，我就说小主子最厉害了，谁能不爱小主子呢？石生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，被木木说的心里对文景那点不愉消了不少。爹爹说了，不论男女，只要是喜欢自己的人都要温柔对待。文景虽然装作不喜欢他，但其实好喜欢他。石生倒也不是真的跟文景生气，就是不好意思把他的内裤放在枕头下面，总归有些变态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之前他拿不准文景对他什么意思，表白之后文景晾了他几天，说要考虑考虑，让他那几天提心吊胆。他如今也想让文景试试这种感觉。一边是爹爹说的要对喜欢自己的人温柔一些，另外又是他的小别扭，石生有些犹豫，要不要让文景进来。木木落在石生的手腕上，路径那边并不确定，第1个月圆之夜很快就来临了。我当然相信小主子1个月完全可以搞定路径那个小纯纯，但是文景这边咱也得准备着不是？石生想了想，不情不愿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身上青绿色的真丝睡衣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，露出了一片白皙的锁骨。木木看石生要让文景进来，悄悄地钻进石生手腕处凡人看不见的镯子里。文景在门口静悄悄地站着，脊背笔直，像一个木偶般，神色淡漠，找不出一丝的情绪，唯有苍白的脸色凸显出他此刻不算平静的内心。石生发现了他干的事情，生气了，今天出去甚至不让他跟着，小少爷干净的血一般，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厌弃了他？他能感觉到石生是真的生气了，连解释都不愿意听了。他本来就是卑微的身份，早早的生出了觊觎的心思，却从来不敢显露半分。可1个月前，小少爷脸颊通红的说喜欢他，那一个瞬间，他几乎希望立刻死去，死在他最幸福的时刻。走廊内安静的落针可闻，文景的心如同浸透在冰水里一般麻木生疼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轻微的开门声响起，文景猛然抬眸，石生把门开了个缝隙，露出一张瓷白的小脸，看到他时有些轻微的诧异，不过很快就皱着眉开口，滚进来给我打泡脚水。一瞬间，文景的心好像被这句话从冰封的寒潭中打捞出来，他连忙打开门，跟在石生身后，像是怕动作慢了一步石生就会反悔。石生手脚一直都很冷，石于白前几年寻了一位中医，每隔1周就会寄泡脚包过来，石生隔3差5就会泡个脚。文景熟练地走进浴室煮药包，然后调温，等温度适宜之后，把水端出来放在了床边，半蹲着。石生歪头去看文景，下一秒他把脚踩在了文景的膝盖上，睡裤下一双玉白的脚，脚趾饱满透着粉。文景几乎下意识去给石生卷起裤脚，细细的脚踝露出来，让他的神色晦暗，血液翻腾。黑色的西裤让他的狼狈无处遁形，无法遮掩。石生起初没注意到，等文景捧着他脚放在水里的时候，他才猛然间睁大眼睛，怔怔地看着那一处物时，脸颊上的热度快赶上水温了。石生咬牙开口：“你想什么脏东西呢？”他踩文景的膝盖是撒气羞辱他呢，怎么现在还让他兴奋起来了？石生的脚并在一起，脚趾蜷缩，恼羞成怒地抬起手边的枕头，重重地砸了下文景。文景被打得头偏了过去，一头黑发散乱地搭在额间，可 Q 一间吓人的一块并没有丝毫的减退，反而隐隐有膨胀的趋势。小少爷，文景嗓音沙哑，我控制不了，完全没办法控制，跟着了魔一般，只要一看到石生他就控制不了。尤其是石生的脚方才踩在他的膝盖上，他就想那么漂亮脚不应该踩在他的膝盖处，应该剥离衣服踩在他的皮肉之上才好，任何地方都行。
只要是小少爷给的，疼痛也好，愉悦也罢，他都甘之如饴。只要小少爷愿意看他一眼，不要不理会他。文景一直以为把自己阴暗的一面伪装得很好，可如今暴露，他在害怕的同时，也隐隐生出了欣喜。他的欲望和丑陋全部袒露在石生的眼前，他想让石生看到真正的他。文景的手在浑浊的中药水里抚摸着石生的脚背，像是在帮他洗脚。可是泡脚是不需要洗的。石生被抚摸，脚背有些痒，他躲了下，可文景却突然用力抓住了他的脚踝，握得很紧，生出了些痛。很轻微的痛感，几乎可以忽略，但石生被这缕痛激出了脾气，斥道：“放手！”石生的声线很糯，斥责的语调也是娇娇的，一点都不唬人，反倒像是撒娇。可文景还是听话的松开了手，仿佛刚才的举动是石生的错觉。石生的脚踝被松开的瞬间，猛然抬腿踢在了文景的肩膀上，一双眸子瞪着他，像是气得很了，喘息声有些急。石生到底是个成年人，一脚下去力道不算重，可也不轻，文景跌落在地上，有些狼狈。石生脚上带出来的水渍在文景的肩膀处晕出了一块更深的痕迹。文景没有起身，而是卡住了石生还未来得及收回的脚。他的掌心很大，一只手都快要把石生的整个脚包裹住。他有足够的力量压制石生，可文景只是靠近他，抬过石生的脚放在了自己的肩膀处，语调平缓，不解气的话：“继续，想怎么踢我都可以，不要不理我了。”从昨夜石生走了到现在，24个小时都没到，可他好像已经度过了很多年。石生不理他的每一秒都很难熬。文景松开手，任由石生的脚踩在自己的肩膀处，给了他绝对的臣服，像是骄傲的狮子，为了爱心甘情愿的下跪。石生眸光闪了闪，脚像是被胶水粘住了，动也不是，不动也不是。良久，他把脚重新放在了水里，冷着嗓子开口：“看我因为你没有立刻跟我在一起而不安的那几天，你是不是特别得意？”文景，石生掀起眼皮，瞳仁清澈：“你耍我？”文景的呼吸骤然重了几分，随着石生这句话的落下，从昨夜开始捏着他心脏的那只手骤然松了些。他急忙解释：“没有，我没有耍你，我只是害怕。”石生双眸睁大：“你怕我？”文景摇头：“不是怕你，我是怕我自己。你是石家的小少爷，金尊玉贵，我只是一个保镖，你我之间云泥之别，我除了一颗心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怕你只是3分钟热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厌弃我，到时候我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生生，你说喜欢我，却连个正大光明的身份都不愿意给我，我们在一起要瞒着所有人，我是真的想过要拒绝你，这样的话我还能以保镖的身份跟你在一起，可我太喜欢你了，我根本无法拒绝，我还害怕你知道我日日夜夜那些不为人知的欲望之后就会厌恶我。跟你在一起的这1个月，我一点都不开心。”文景说到这顿了下，语气变得有些涩：“你每天都在折磨我。”爱和欲交织，让他又痛苦又欢愉。他害怕石生3分钟热度，更害怕石生喜欢的只是淡漠安全的他，而不是时时刻刻如同发情的野兽想要撕碎石生的他。石生愣住的表情有些茫然，心却突然漏了一拍，对文景那点埋怨悄然散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低低的开口：“你真的好喜欢我。”石生感叹，原来文景那么的喜欢他，真好，这滴精血他稳稳拿捏了。石生想到这，嘴角扯出笑，语气有些得意：“不公开是因为哥哥不会同意的，只要你乖，我一定不会厌弃你。”心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升起的淡淡压抑，被石生忽略了个彻底。他沉浸在这滴会被稳稳拿到的精血中，快活不已。石生听了好听的话，也不吝啬，爹爹说了甜言蜜语最抚动人心。他张合着唇，哄着有些低落的文景：“我最喜欢阿景了。”文景听着要命的情话，从地上坐起来，半蹲在石生的面前。盆里的水已经有些冷了，他捧起石生的脚，拿干燥的毛巾仔细地擦拭着。等玉白的皮肉完全干燥之后，文景低下头，在石生的脚背上落下了个轻柔的吻，仿若一个姿态虔诚的信徒，在祈求他的神明赏赐一点甘露，来解救他于水火之中。石家书房内，石玉白面色森寒地坐在椅子上，身上森然的冷意让一旁的管家大气都不敢出。出去吧。管家闻言松了口气，连忙离开。石玉白闭上眼睛，身上的黑色睡衣透出肃杀的气息。饶是知道石生跟文景的别扭闹不了多久，可他听到今天文景站了一会儿，石生就让他进房间了，还是觉得烦躁的厉害，阴魂不散。石玉白在睁开眼时，一双眸子猩红。过了半晌，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了一份档案，股权让杜叔几个字清晰可见。20年前，石家父母收养了父母双亡被丢在福利院的他，因为石母无法生育，可他刚被领养回来没多久，石母却怀上了石生。那段时间，他惴惴不安，害怕石母有了亲生孩子之后就会把他重新送回福利院。可是石家父母不仅没有，还对他越来越好，说石生是他带来的福气，说石生是他带来人间的。在这样的想法之下，石生出世了。石玉白永远都记得，在一众皱巴巴的新生里，浴血可爱的石生。这样可爱的孩子是他带来了人世。石玉白一路护着石生长大，后来石家父母出了车祸，濒死之际把石氏交给了刚刚成年的他，同一时间交付的还有个文景。石父临死之前说的话他记得清晰：玉白，石家是你的，但文景是生生的，如果以后文景和生生在一起，你要同意，你要护着生生，让他一辈子平安喜乐的长大。文景的出现很突然，可以确定的是文景是早早就在石府身边，不然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找什么保镖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想去找文景的身份，可是怎么都查不出来。石玉白看着股权让杜叔上自己的名字，
只要石生在这份档案之前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石家就是石生的。他从来都不想要石家，他想要的从始至终只有石生这个被他带来世间的孩子。石家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，他从不敢忘，所以他即使在意石父临终前的一句文景和生生在一起，你要同意，也不曾对文景下过手。书房内安静一片，良久，石于白把股权让杜叔扔进抽屉里后，喃喃开口：石家是石生的，但石生必须是我的。文景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保镖。石府的那番话让石于白觉得文景更像是他早就为石生挑选好的归宿，只是出事之后没有办法才把他从暗处推了出来。归宿，石生最后的归宿，只能是他，石生是他带来世间的，只能属于他。深夜，石于白推开石生的房门，房间内的中药味已经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丝丝缕缕的蔷薇花香，寂静中只有石生均匀平缓的呼吸。石于白走到床边，视线落在石生床头的香薰灯上，精油被昏暗的小灯挥出淡香，这是他送给石生的，连同泡脚的药包一起，是凝神助眠的好东西。石于白侧过头去看石生，房间的冷气处在最舒服的温度，石生的手抓着被子，昏暗的光线下依然能看出精致的长相，像是造物主笔下一幅完美的画卷，多一笔少一分都不行。青绿色的睡衣被压着，石于白喉结滚动，翻身上床，把石生整个人搂在怀里，把头埋进他的脖颈间。方才还觉得适宜的温度，在此刻就有些不够了，变得很热。石于白轻嗅着石生身上丝丝缕缕不易察觉的蔷薇香，渴得厉害，像是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，再不喝点水就会死掉。石于白有些急切地含住石生柔软的耳垂吮吸，湿热的舌尖舔舐着这块软肉，感受这块软肉越来越热的温度。比起耳垂，石于白更想叼着石生的脖颈，可惜那样会留下印子。可是太想让石生的身上为他绽开朵朵蔷薇了，每一朵都属于他。石于白的手急不可耐地从石生的衣摆钻进去，掌心滑腻的皮肉让他的喘息声重了几分。可是这样隔靴搔痒的感觉却让石于白越来越热，他双手用力将石生翻过来面对他。石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嘤咛了一声，石于白顿时不敢再动。香薰会让石生进入深度睡眠，轻易不会醒。可石于白方才急得厉害了，动作太大，他害怕吵醒石生。幸好石生很快呼吸又重新归于平稳。石于白的心跳得很快，几乎要从他的胸腔内蹦出来，其他快要蹦出来的地方也疼得厉害。过了一会儿，石于白才重新靠近石生，去探他的指尖。柔软的手被他捏在掌心，石于白痛得更厉害了，喉结滚动着，嗓子都干了起来，几乎难以克制自己的动作。他带动着石生的手搂住，疼痛的来源。生生，石于白低低地唤着，咬在石生软热的唇上，伸出舌尖吮吸舔舐。柔软的掌心让石于白头皮发麻，呼吸都变得灼热，细碎的吻落在石生的脖颈，漫无目的亲昵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声闷哼在房间内响起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浓重的麝香味儿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石于白从床上起身走进浴室，再出来时手中拿着一块湿润的毛巾，仔细地替石生擦拭着红了一片的掌心。石于白就着昏暗的灯光看着那一块发红的掌心，喃了一句娇气。说完时，于白低下头，在那红了发烫的掌心轻轻地吹着气，像是想要以此来降低掌心的温度。翌日一早，石生坐在床上看着自己掌心的一片红，表情有些茫然，不仅红，还有些轻微的痛，像是烫到了一般。他皱眉，不甚在意的起身，只当夜里睡觉压到手了。打开的窗户有一缕风吹过，石生更茫然了，自言自语：我记得昨天关窗户了呀。石生正回想他昨天到底关没关窗户，房间门就被打开了。石于白穿着得体的黑色的西装站在门口，神色清冷。不是说今天让我送你继续去路径那儿，还不起床？石生起身下床，身上的浅绿色睡衣有些皱，他摆了摆手：哥哥去公司吧，我让阿锦送我。比起石于白，他更愿意和文景在一起。如今文景讨了他开心，他就不晾着他了。石生说话时，嘴角的笑意很甜，可落在石于白的眼睛里却刺眼异常，但他面色不变，应了一声就转身离开了。门口，石生看不到的地方，文景看着一转身边面色森寒的石于白，嘴角缓慢地勾起了一个恶劣的笑，得意地开口：陪着小少爷这种事情就不劳烦石先生了。石于白和文景擦肩而过，看着文景得意的笑，放在身侧的手骤然紧握。可是下一秒时，于白就笑开了，他停下脚步：头几日王家千金看上了你，昨天我问生生，他也觉得合适，让我牵线搭桥。文景，你开心吗？吃早餐的时候，气氛有点不太对。石生拢了拢身上的白色短袖，莫名觉得有些冷。他看了看石于白，又看了看文景。石于白慢条斯理地吃着早餐，临出门前似笑非笑地看着文景：阿锦，我说的事情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这是我和生生共同的意愿。文景放下筷子，看着石于白，没说话，一双眸子戾气陡升。石于白并不需要文景给他回答，只要文景不开心，他就开心了。石生听着两个人石于白的话，没懂什么意思。他和石于白共同的意愿，哥哥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文景半眯着眼睛去看石生，过了2秒，他轻轻扯出一抹笑，有些浅淡的、不易察觉的戾气散开，慢悠悠的开口：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石生没放在心上，吃的差不多起身：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穿袜子。石生噔噔的向楼上跑去。文景慢条斯理地把手边的橙汁喝完，然后起身朝着石生的房间而去。石生坐在床边穿袜子，中长款的白袜包裹着细细的脚踝，
文景进来时就看到石生半弯着腰，领口处垂着，露出了一大片白皙的肤肉，隐约可见2处粉嫩的红。听到开门声，石生抬眸，以为文景是嫌他慢，软声开口：“我马上就好了。”还有一只脚没穿，石生加快动作，文景却反锁上了门，朝着石生一步一步的走来，嗓音清冽：“不急。”他们有一整天的时间来讨论牵线搭桥这个话题。文景走到石生的面前，脱下了他穿到一半的袜子，玉白的脚趾踩在床沿，另一个穿了袜子的脚落在地毯上。石生抬眸，不解地看着文景。文景把袜子扔在地上，蹲下身抓住了石生踩在床沿的脚踝，然后掌心缓慢地收紧，直到再多1分力度就要弄痛他，才停住力道。石生穿着过膝短裤，一截小腿光滑，文景的眼神落在上面，慢慢绽开浓稠的黑。昨天晚上，这双脚被他反复的亲吻，脚踝、小腿被他吸吮出片片淡红。经过一个晚上，那些痕迹散的已经看不出了。阿景，石生感觉到了莫名的危险，想要抽出自己的脚，却被桎梏。他惶惶开口：“你干嘛呀？”石生语调微扬，佼佼嗓音像是一片羽毛般骚弄着文景的心口。打开的窗帘处有光照进来，文景看着逆着光皮肤被照到近乎透明的石生，嗓音哑得厉害：“生生见过王家千金，觉得跟我很般配是吗？”石生这下终于懂了石于白走之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开口想要解释，却被文景打断。我知道生生想说什么。文景的指腹摩擦着石生脚踝上凸起的那块骨头，是想说因为生我的气，所以才说的那种话是吗？石生噎了下，他确实是想这样说的，但看着文景线下面无表情的样子，根本不敢点头。墙壁上的时针已经指到了9，石生有些不安的想跑，轻声开口：“我要去静静家，我们回来再说，这个好不好？”去了陆静家，1天的时间，他能想到一个完美的理由。石生打着算盘，文景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尤其是昨晚石生对他那些不敬举动的默许，让他多了几分底气。文景握着石生脚踝的手，慢慢的上游，滑到了柔软的小腿处，沉声开口：“说我跟别人般配，被发现了不愿意解释，还要让我把你送到别的男人家，是这个意思吗？”“不是。”石生小腿处的软肉被文景捏在手心揉弄，让他的不安扩散，忙不迭的开口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“那是什么样的？”“生生跟我说说，为什么要在石先生的面前说让他牵线搭桥？”文景说完低下头，轻柔的吻落在石生的膝盖处，温热的舌尖舔舐着这处滑腻，很轻，温柔异常。可石生的脊背却泛起了阵阵冷意，知道想糊弄过去是不行了，只能软着嗓子去哄：“是哥哥说王小姐看上你了，那你让我怎么说？说不行，你是我的，那哥哥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文景听着石生的话，唇上的动作未停，手却从短裤的下摆朝上抚摸，示意石生继续说。石生的膝盖浸上水渍，有些麻麻的痒。我喜欢你，想跟你在一起，所以我要顺着哥哥说话，这样才能不被他发现。阿景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文景听到这里，终于抬头去看石生了。石生眨着眼睛，睫毛又长又翘，一双瞳仁一直都是湿漉漉的干净，像是丛林深处没有接触过生人的小鹿，稍微用点手段就能骗走。文景的视线落在石生的眉眼处，像是在探究这段话的真实性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：“生生真的很喜欢我，对吗？”石生不假思索的点头：“我最喜欢阿景了。那生生可以证明给我看吗？”石生眨巴着眼睛：“怎么证明？”窗帘被拉上的时候，房间内变得昏暗，一盏小灯亮起。石生跪坐在床上，看着面前的文景，忍住想跑的冲动，指尖捏着身下的床单，颤颤开口：“我跟静静约了今天，不行的。”文景站在床边，居高临下的看着石生，胯肩隆起的一团，鼓鼓囊囊。他并没有着急，而是慢悠悠的开口：“我很快的，不会浪费生生多少时间。”石生头一次这么直观的看到文景澎湃的欲望，他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后退，想从另一边下床。文景看着他的动作，半眯起眼睛，生出几缕兴味，像是野兽在看自己掌心扑腾的猎物。文景看着石生朝着床边爬，一直等到了边缘，他才弯下身，拉着石生的脚踝，把人一寸一寸的拖到了自己面前，附身而下。“阿景，阿景！”石生怕得发抖，惶惶不安。文景被石生喊得心都乱了，细碎的吻落在他的脸侧：“乖一点，不弄你，手、脚还是口，你挑一个，就当哄哄我，救救我。”昏暗的房间内，石生的手腕被长筒袜束在头顶，一双赤着的脚被文景捏在手心把玩，脚底的皮肉被磨得红成一片，又麻又痒。“好烫，阿景，好烫！”石生怯怯地躲着，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。这幅场景已经超出了他能想象的范围。文景的喘息声很急，看着眼尾因出红的石生轻哄着：“不烫。”石生咬着唇，有些茫然，不敢去看文景，睫毛颤颤巍巍的并拢。过了一会儿，又不安地抬起眸子，然后撞进了文景猩红的双眼。房间内的冷气是关着的，不一会儿就有些热，有薄汗从文景的额头溢出，他抓着一双脚的手颤动。石生忍不住的后退：“疼，不要了。”这个时候，文景哪能允许他后退？脚被人带动着，很快石生的腿就酸了。娇气的人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扑腾着腿想去踹。一声闷哼响起，文景一下没注意，真被石生踹到了。最脆弱的地方被踢，文景面色白了白，可很快一种舒爽从四肢百骸传开。石生眼睁睁地看着文景的变化，他咬着唇，忍不住骂道：“变态，比石于白还变态，被踢了还能这样。”文景忍无可忍地弯下身想去亲石生，石生脾气上来了，
侧过头去躲，下巴却被一股大力钳制住，下一遍就有滚烫的呼吸在他的唇齿间散开。文景吮吸着石生的唇齿，舌头探进湿软的口腔去缠散着甜腻的软舌，喉结滚动着，发出了舒服的喘息声。他想了那么久的唇，此时终于尝到了滋味，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甜美，甜得他头皮发麻。石生没接过吻，只觉得被堵得无法呼吸，却被紧紧地压着动弹不得，又 re 又 tam 的东西贴着他的小腹处，手还被绑在头顶，每一处都很难受。石生脸被憋得通红，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，轻轻的抽噎，像是落水的小猫一样。文景听到声音才抬起手，看着石生睫毛上挂的湿意，呼吸滞了滞，唇齿间堵住呼吸的力道消散，石生小口小口的喘息，脸上被憋出的红缓慢的褪去，只是眼泪怎么都止不住。文景知道自己闹得狠了，把人惹哭了，可是在这种时候，哭了不是求柔，落在他眼里更像是助兴。生生好漂亮，文景痴迷地抚摸着石生眼角的泪，哑着嗓子开口，哭起来更漂亮了。石生湿漉漉的眼凝着文景，连哭都忘了，忍不住骂变态。文景，你就是个变态。我是。文景丝毫不觉得自己在被骂，反正石生说的也是事实，如今已经这副样子，让他停是不可能的。他重新抓住石生的双脚。与此同时，石生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文景分出点神去看，上面静静2个字有些刺眼，不过他还不至于对着一个怯懦的残疾人抱有敌意。他腾出一只手，把手机拿到石生的面前，笑容恶劣。陆静是在问你到哪里了吧？生生告诉他好不好？石生2只脚被文景不费吹灰之力的抓住，这种时候他说话都不完整，怎么接电话？石生拼命的摇着头，可文景却毫不犹豫的点击接通。陆静春风般温柔的语气通过话筒传了过来，到哪里了，哥哥？石生这才注意到已经快10点了，他开口，还没过去。石生刚哭过，嗓子有点哑。陆静听着这个声音，几乎是一瞬间就起了反应。他坐在密室里，看着电脑屏幕上石生昨天在试衣间的监控，大片玉白的皮肉上偶有几处红，腰肢纤细的好像用力一点就能掐断。嗓子怎么了？陆静把手机开了扩音放在桌子上，去抚摸电脑上的石生，说话却温柔如水，只是染了点淡淡的哑。不舒服吗？石生确实很不舒服，文景不住地折腾他，指尖都顺着他的衣摆掐住了胸口碾磨。石生哪里经历过这个，喘息都不匀了，却还要回答陆静的话。他调整着呼吸，低声开口，不太舒服，我下午石生话没说完，用口误的痛了下，他瞪着始作俑者。文景眨着眼睛，无辜的紧，好像方才用力的不是他。陆静听着声响，放在 Q1 间的动作加快，怎么了？没事。石生警告的看着文景，咬牙开口，我说我下午。石生这次有了防备，看看的止住了痛呼声，看着文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还是调转了话锋，去不了了，我今天不太舒服，下午也去不了了。这次疼痛没有袭来，石生松了口气。文景低下头，温热的吻落在石生的耳侧，用很轻的声音夸赞，生生好乖。然后他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。电话这头的陆静听着滴滴声，方才的情欲散了个干净。他抬起手走向墙边的一处盒子上，手铐拿动的时候发出了清脆的响。他捏着手铐把玩，一双眼中散不出任何情绪，像是深不见底的寒潭，下一秒就要有可怕的怪物从破水而出。过了好半晌，陆静看着手铐喃喃开口，小骗子又食言了，根本不是不舒服，石生如果不舒服，石玉白不可能出门的，小骗子只是不想来，又或者是被人绊住了。不过不管是不想来还是被人绊住，都是一件让人不爽的事情呢。还有方才的声音，那声痛呼，陆静从情欲中挣脱，才觉出了不对。石生那样娇气的人，痛起来一定哭得厉害，但是却没跟他撒娇，而是忍住了。除非这缕痛是别人给的。电话那头不止石生一个人，能够在石生旁边又让石生不能出门的人，除了文景，陆静想不到第二个。那刚才石生和文景在干嘛？昨天石生的话和方才的异样结合在一起，一幅香艳的画面在陆静的脑海中浮现，让他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动着，浑身戾气暴涨，仿佛下一秒就有什么东西要撕破他的血肉，占领他全部的理智。不敢去想是不是已经有人在他不知道的时候采摘了属于他的果实。陆静阴沉着脸拨通一个电话，等接通时，语气却恢复了一贯的温柔无害，还夹杂了浓浓的担忧。于白哥，生生今天没来，说不舒服，我有些不放心，你在家吗？石总，半小时后的会议。石于白阴沉着脸拿起车钥匙，改成明天。助理愣了下，那今晚的应酬取消。石于白说完就匆匆离开。他有些担心石生不舒服，但又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。今天他出门时，石生还活蹦乱跳的，他刚到公司人就不舒服，他更怕是有人让他的生生不舒服了。文景，石于白总觉得不安，文景现在已经可以影响到石生去哪里了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不得不做点什么了。即便是违抗父亲的遗愿，他也不得不做了。这个人实在太过碍眼，如果他再看不出文景的心思，那才是瞎了。他不允许有人蛊惑他带来人间的孩子。石于白无比后悔，当时他就不应该把文景从医院带到石家，推到石生的面前，他应该那个时间就把人赶走，也不会有如今的让他烦躁不安的文景。石家到公司需要快1个小时车程，石于白硬是半个小时就到了。他回家后径直朝着石生的房间而去，站在门口时脸色阴沉的厉害，心跳的快从心口蹦出来，他害怕看到什么不想看到的画面。
石于白深吸一口气，猛然推开门，看到文景的时候，瞳仁骤然紧缩，放在身侧的手握紧，带色的青筋浮起，迸发出忍耐到极限的征兆。等看到床上躺着面色泛着不正常潮红却呼吸平缓的石生后，轻轻松了口气。文景站在床边，手中拿着一块湿了水的毛巾，窗户外有风吹进来，把房间内原本的味道替换。见到石于白后，文景面无表情的把毛巾放在石生的额头，是一个降温的动作。石于白走到床边，怎么回事？吃了饭，小少爷说有些头晕，量了体温有点低烧。石于白眉头紧皱，李叔呢？文景低垂下眉眼去看石生，小少爷说困，不让打电话。胡闹！石于白坐在床边，去摸石生热得不正常的脸颊，看都没看文景，指使着他去给李叔打电话，让他快点过来。文景抿了抿唇，离开房间去给李叔打电话。李叔是石家的家庭医生，从石家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就在，后来搬家，石于白在附近买了一套房间，把李叔安置在里面，方便他随时过来。不到半个小时，一位有着几丝白发的中年男人推着个小型医疗箱过来了，一进门就着急地问：小生怎么了？文景接过李叔的医疗箱，恭敬地开口：应该是发烧了。闻言，李叔忙不迭地冲着石生的房间走去，文景拎着医疗箱跟在身后。石于白见李叔开了，起身站在一旁，不耽误他给石生诊断。文景恢复一贯的面无表情，和石于白并肩站着。石于白憋着气，生生不舒服，你应该第一时间告知我。小少爷说不要。文景慢悠悠地开口：我听从他的命令。石于白脸色更沉，他扯了扯领带，躁郁之气也并没有减少半分。石生不舒服，他不想再和文景争口舌之快，看着床上睡着的石生，面色担忧。石生的额头上放着毛巾，李叔用的口弦温度计拿出来时，上面是37.9度。他又简单的做了些其他的检查，见都没有异常，才松了口气。低烧，没什么大碍。石于白松了口气，要不要吃点退烧药？先用物理降温，如果温度可以降下去，就不用吃药。文景，石于白走到床边，看着文景，带李叔去客房休息吧，我在这里陪着生生。文景张了张口，想说什么，但还是忍住了，带着李叔去休息。文景刚来到石家的那段时间，对石于白还是很尊重的。他感激石家父母对他的恩情，连带着对他们口中优秀的石于白也有几分尊重。只是后来他无意间听到石于白跟石生说不要离他那么近后，才有了变化。他本来也就不受石于白管控，既然石于白不喜欢他，他也没必要给石于白脸面，他本来就属于石生一个人。只是现在文景把李叔送到客房之后，回了石生的门口站着，一双眸子半眯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石于白看不上他，不让石生跟他有过多的接触，他是不用在意石于白的。可石生对石于白又敬又怕，他不确定如果他和石于白硬刚，石生会站在谁这边，这也是他答应石生两人交往要瞒着别人的原因。为了石生，他确实应该稍稍给石于白几分脸面。即便石于白是石家的养子，并不是石生的亲哥哥，可那么多年的兄弟情也不是假的。为了不让石生难做，文景叹息着低下了头，没有进房间，而是在门口安静地等着。石生当然没有生病，他的耳力要比一般人好得多。石于白的车到门口时，他就已经听到了。他当时是抱着让石于白看到的想法，他虽然答应了石生不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，心里却一直憋着一股气。可视线落在石生湿漉漉的眉眼上时，他还是把人塞进了被子里，替石生找好了借口，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见不得光的角落里。也不是非要人尽皆知，只要石生喜欢他，他愿意退一步，不让石生夹在中间难做。房间内，石于白的视线落在石生挂着泪珠的睫毛上，心口酸软的厉害。从小的时候，石生就是这样，一生病就哭，睡着了都是这副可怜巴巴样子。石于白拿过李叔留下的棉球，解开石生的衣领去替他降温。带着凉意的棉球落在脖颈处，石生终于装不下去了，颤动着掀开眼皮，看到石于白时似乎愣了下，然后嗓音沙哑地叫着哥哥。石于白了一声，叹了口气，不舒服怎么不告诉我？怕让哥哥担心。你瞒着我，只会让我更担心。石于白说话间手没有停顿，石生痒得直躲，哀哀地喊着凉，哥哥凉，别喊了。石生病的突然，石于白几天都没让他出门，自己也在家里陪着，除了晚上一些不得不去的酒会，都寸步不离地陪着石生。文景上次吃了个半饱，再加上不忍让石生两头为难，对着石于白脾气收敛了几分，这几日几乎没怎么在他面前晃悠，一直等着石于白同意石生出门，他和石生才算是正儿八经的在一个没有别人的空间相处着。车内，文景捏着石生的指尖把玩，我这几日可都是听你的话，不和石先生犯呛，乖不乖？石生抽开自己的手，等着文景，不乖。他没有办法夸一个变态乖，那天他嗓子都喊哑了，脚心磨得都疼了，文景还一直抓着他弄。石生心里文景的变态等级站在已经压过了石于白。文景看着石生的模样，低低的笑着，他知道自己那天弄得狠了，这几天石于白一直在他没机会去哄，现在两个好不容易在一起，他哪里舍得把时间浪费在置气上，一叠声的哄着，是我太过分了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这种事情当然是一次比一次狠，绝对不会一模一样的。石生狐疑的看着他，真的？文景点头，没有一点心虚，真的。你看我不都送你来找别的男人玩了？虽然在他看来，陆静只能算是一个成年的小孩，但毕竟也是男人。石生看着文景眼里散出的看我多大度，快夸我的表情，噎了一下，有些心虚，不好意思跟文景置气了，软声开口，那我就原谅你一次。
文景把车停在陆家门口，执起石生的手落下一个吻。小少爷最好了，我不进去了，晚上来接你去宴会。周家的小孙子满月，石生最近待得无聊，石玉白让他去玩一玩解闷儿。石生本来就有些心虚，听文景说不进去，松了口气。好，文景倒是想陪着石生，但陆静脾气实在古怪，见不了生人，与其在客房等着，他不如去帮石生准备今天宴会要穿的衣服。陆家的门开了又关上，文景发动车子离开。陆静坐在轮椅之上，面色担忧，怎么突然发烧了？现在好彻底了吗？那天晚上石玉白跟他说石生发烧了，他一直提着的心才松了下来。幸好不是有人绊住了他的生生，可松了口气，担忧却浮出。他几次都想去，但石玉白显然不想让人去打扰养病的石生，他只能等着。陆静抓住石生的手腕去打量着他，见石生面色红润，也没瘦，才松了口气。石生见陆静毫不掩饰的关心，有些尴尬的不敢和陆静对视，轻声安抚他，其实当天就退烧了，低烧，药都没吃，是哥哥小题大做了。那点低烧还是他含了口热水才有的。石生怕陆静继续问，石生抽出手转到轮椅后推着陆静，不去和他对视。陆静不用自己操控轮椅，见石生确实没大碍，才终于放下了心。其实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但凡石生还有一丁点的不舒服，石玉白都不会允许他出门的。那幅画呢？已经画完了。今天画什么？陆静闻言轻声开口，今天不画画。他今天还有其他要做的事情，虽然石生是真的生病了，但他还是觉得不安，恐慌让他不得不做点什么来安定自己的心。陆静先带着石生走到画室，那天的画终于完完整整的落在石生的眼前了。石生看着画，嘴巴微张，双眸亮得厉害，画里的人好像是他，又好像不是。大片的蔷薇花把他簇拥在中间，白色的蕾丝上衣遮着皮肉，领口处有大片的蔷薇顺着他裸露的胸膛和锁骨延伸而出，最后一半落在眼尾。石生怔怔地看着画，好漂亮呀，比芍药仙子还漂亮。芍药仙子是三界中出了名的美貌，石生之前远远地瞧过一眼，可现在陆静把她画得比仙子还要好看。他们做狐狸精的最喜欢自己漂亮了。石生眉眼笑弯了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冲着陆静要，我可以把她带回家吗？陆静在石生的注视下缓慢地摇了摇头，这是我的心血。石生拈了下，却也没有强人所难。陆静爱画成痴，不给他也是正常的。陆静盯着石生眼巴巴的样子，有些不忍。其实一幅画，石生想要并不是大事儿，只是这幅不行，这个尺度石生看不出问题，可一旦石玉白看到，石生恐怕想再来就难了。这也是他从来没有赠过石生那些画的原因。石生没得到画，有些没精神。陆静把人带出画室，放了个香草冰淇淋在他手中，语气温柔，等你生日，我送你一幅画，一定画得比这幅还要美，好不好？石生是在最冷的冬日出生的，现在是盛夏，想到1个月后就是第1个月圆之夜，而之后每半月就有一次月圆，如果计划顺利的，他2个月后就能离开了。石生用勺子剜了口冰淇淋，含在嘴里，甜腻的味道在口腔内散开。他把头懒洋洋搭在陆静的肩膀上，好吧，并没有多少开心。陆静垂下眸子去看石生柔软的头发，鼻翼轻轻地动着，有很淡的蔷薇花香钻进鼻腔，这是石生的味道。石生没看到管家，随意地问着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？陈叔家里有事，请假了。石生靠在陆静身上吃东西不方便，于是坐直了身子，肩膀的重量消失。陆静看着石生嫩红的舌尖一口一口地舔舐着勺子上的冰淇淋，眸光闪了闪，喉结滚动，我去趟洗手间。石生头都没转，你去吧。陆静不爱见生人，除了管家就没有让人在别墅了。石生等了一会儿都没见陆静下来，觉出了些不对劲，有些不放心地朝着房间走去。推开陆静的房门，就有低气声从洗手间传出。石生心紧了紧，在门口唤道，静静，你没事吧？洗手间内的低气声戛然而止，紧接着带着浓浓哭腔的声音响起，我没事。石生一听更担心，又想到管家不在，陆静应该是不太方便，他狠了狠心推开门，静静，我来帮。有狰狞可怖的东西直直地撞进石生的眼睛里，让他愣住原地。陆静双眼通红，连忙用薄毯遮住那处，害怕的开口，哥哥，我好像生病了。该章节正在紧急修复中，请耐心等待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石生倏然睁大眼睛，刚要开口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泄了气。陆静单纯，但也因为太单纯，是非黑白都看得很重。如果他答应了，陆静一定会第一时间去石玉白那里坦白。不行啊，石玉白要是知道他不就完了？可是不甘心，实在是不甘心啊！到手的人，石生实在是推不了。犹豫之下，他缓缓开口，事关重大，不是你说负责就能负责的。石生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方才还只是帮忙而已，现在就变得事关重大了。陆静红着脸，却依然认真地看着石生。那哥哥想怎么办？哥哥帮了我，我一定要对哥哥负责的。石生等的就是这句话。闻言抓住陆静的手，勾人的狐狸眼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嗓音软糯，我需要考验你一段时间，如果你很乖，对我很好的话，我就让你负责好不好？陆静有些茫然，脸颊一侧的酒窝若隐若现，什么才叫乖？石生手心痒得厉害，伸出指尖去点陆静的酒窝，喃喃开口，就保持现在这样，就很乖。陆静睫毛颤了颤，有些高兴，看了看石生，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脸上的热度不散。两人之间的氛围转变快到石生无法预料，这犹如天上掉馅饼的喜事儿，让他高兴地偷偷感谢了给陆静吃了鹿血的陈叔好一会儿。石生喜欢看陆静害羞，一整天哄着陆静，不停地说好听的话，
叫哥哥给他听。一直等到文景来接石生，他才停住恶趣味。陆静脸上的热度堪堪止住，他拉着石生的衣摆，想说话，却又不好意思地移开视线。过了2秒，像是鼓起勇气，抖着嗓子开口：“我会很乖，哥哥多来看看我好不好？”话音落下，陆静的脖颈处红衣又上来了。石生被萌到不想走，可是用余光扫着在车里等他的文景，还是按耐住了撸一把陆静的冲动，故作深沉地点了点头，轻声开口：“你在家等我。”陆静目送着石生离开后，脸上的笑意才缓缓消散。他顶了顶腮，眼里诡异的光散开，他喃喃开口：“真好骗。”文景在车里等得早就不耐烦了，看陆静揪着石生的衣摆，跟他说了半天话，面色沉沉。烦人的小孩。文景也就比陆静大那么2岁，但是陆静看起来年纪很小，脸上的酒窝让他温柔又无害，再加上陆静胆小，文景下意识的就觉得他是小孩。石生钻进车里的时候，就看文景沉着一张脸，他皱眉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事。”文景握着方向盘，不经意的开口。陆静好像只沾你一个人。石生的呼吸滞了下，嘴角扯出的笑意有些不自然。他是我捡回来的，当然只沾我。石生说完，用余光悄悄地去看文景，见他没什么异样，悄悄地松了口气。做了坏事的人总是有些心虚，石生方才还以为文景看出了什么，现在看应该是随便问问。石生心虚了2秒后，又没觉得自己的做错了什么。这3个人本来就是同一个人，更何况他是在救3界之主，天大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石生的脊背挺直了，掌心的热度还没散去。石生握紧手放在裤子口袋里，耳垂处有星星点点的粉散开。文景趁着红绿灯的间隙，指了指后面的袋子，在酒店开了间房，我陪你去换衣服。石先生差不多到了。石玉白是从公司过去的，只要石生和文景不吵架，接送石生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基本都是文景做的。石生到了酒店房间，拿着礼服袋子看着文景，和他无声的僵持着。文景反锁了门，倚靠在墙边似笑非笑的凝着石生，一双眼睛顺着石生的脖颈处流连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好半晌后，石生咬唇开口：“不行。”文景似听不懂一般，反问：“什么不行？”“不行。”石生瞪他：“你不能看我换衣服。”石生说完，捏着袋子朝着浴室跑去。他知道赶不走文景，只能说声不行，自己换个地方。石生步子很急，可文景哪里是那么好打发的？还没等石生的手碰到浴室的把手，就被人从身后抱了个满怀，背部和身后之人的胸口贴在一起，烫得石生手中的袋子都掉落在了地上。别动！石玉白这几天对石生寸步不离，他已经几天都没和石生亲热了，让我抱一抱。文景嘴上说着抱一抱，可是刚尝过甜头的男人哪有理智可言？鼻尖的蔷薇香散开，他几乎是下意识含住石生的小巧的耳垂，舔舐吮吸，像一头极恶的狼，等着将属于自己的猎物吞吃入腹。湿热的舌尖在石生的耳垂、脖颈处不停地辗转，带着丝丝缕缕的痒，还有些说不上的麻，让他腿软得厉害，着急的去扯文景圈他腰间的手。别蹭，再蹭就弄你！文景说话间做了个顶，腰的动作威胁的意味很足。石生推却的动作戛然而止，只能任由文景的呼吸和吻落下。好想你，每天看着你都不满足。文景含糊的呢喃，想把你放在口袋，每日都带着，或者把你锁在床上，不停的折腾才好。自从文景那天半强迫的折腾了石生一顿后，就像是打开了什么封印，以往的淡漠完全不复存在，像是一只进入了发情期的狼，每日都想着怎么把石生叼回自己的窝里，让他哭喊着求饶。那天他吃了个半饱，可到底没把人吃到嘴，尝了一点味道后，馋得每天都在想，接连好几天都要夜里起来洗衣服。生生生生，文景说话时，呼吸温热喷洒在石生的脖颈间，缠绵又暧昧。脖颈间的软肉被文景叼在嘴里，石生才受不住的开口：“不要，会有印子。”哥哥会。石生话没说完，脖颈处就被一只大掌掐住。文景握住石生细细的脖颈，迫使他抬起头：“嘘，不要在这个时候提别的男人。”低沉的嗓音像一张细密的网缠上石生的耳畔。文景没再给石生说话的机会，握着脖子把人翻了个身，按在了墙上，急不可耐地朝着那张嫣红柔软的唇吻去。果冻般的触感带着淡淡的蔷薇甜，嫩红的一截软舌被文景轻而易举地含住逗弄，与他呼吸交缠。石生睫毛颤颤，却只能被迫抬起头承受。那种窒息感又来临了，让他害怕地去推文景。呜咽着想逃，眼尾都被逼出了红，黄黄的攥着文景的衣服。等石生从酒店出来的时候，身上裁剪得体的银白色西装已经妥帖的穿好，银色很挑人，稍微不注意就会衬得人土气。可石生太漂亮了，这种出挑的颜色穿上只会让她看起来更金贵雅致。雪肤、红唇，还有微微上挑的狐狸眼，一颦一笑都是醉人的美色，像是中世纪里在古堡长大、不曾接触过凡尘的小王子，却又带着蛊惑人心的风情。此刻小王子看起来蔫蔫的，半垂着眼眸，一侧的耳垂通红，像是揉进了赤色胭脂，一双唇被准的通红，唇珠更像是渗了血般屹立摄人。文景跟在他身后，面色淡漠，像一个木头一般，一直等进了没人的电梯，他才弯身去哄：“没种，我控制着呢。”石生侧过身不去理他，雨结在眼睑下方打出了一片扇形的阴影。别生气，文景拉着他的衣摆磨蹭，一叠声的去哄：“我下次不这样了。”石生听到这句话，才不情不愿的抬起头，有些不信的样子：“真的？真的？假的？”文景在心中说。他自认不是个君子，在石生面前几乎可以算得上色中恶鬼，但现在他得哄着小少爷，
至于下次的事情，下次再说。她20多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自己的男朋友又是一副狐狸精般的勾人模样，谈什么下次注意？她恨不得把人弄得哀哀戚戚，话都说不完整才好。石生看了文景里面，悠悠开口：“我不太信。”文景挑眉，正想继续睁着眼睛说瞎话，电梯门开了，他扫到了宴会厅门口正等着石生的石于白，收敛了神色，也止住了声音。真的很不爽，他明明是石生的男朋友，却像个小情儿一般的，在有人的地方不能跟石生亲密一点。文景憋着气，可视线落在石生身上时，那股气很快就散了。算了，这世间最好的都在他嘴边了，还在乎其他的做什么？大抵是被文景弄得狠了。石生看到石于白，都觉得他没那么变态了，加快脚步冲着石于白走去。刚走到人身边，就勾住了他的臂膀，甜甜的喊着：“哥哥！”石于白穿着黑色的西装，脊背笔直，身上唯一的一抹亮色，大约是胸口处泛着深红光亮的蔷薇胸针了。他看着石生，周身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意散了不少，视线落在石生比以往更红的唇珠上时顿了下。嘴怎么了？石生心跳漏了一拍，幸好他早早准备好了说辞，临来之前在静静家吃了麻辣小龙虾。石于白眉头微皱：“你们两个都不能吃辣，买什么小龙虾？”石生是甜，吃不了辣。陆静刚被石生捡回去时，在石家吃过几次饭，两个人不仅年纪相仿，连口味也差不多。某某家的最近特别火，我和静静想尝尝，太辣了，只吃了一个。石于白捏着石生腮边的软肉，你们两个凑在一起就是吃喝玩。石于白是不爱让石生接触生人的，外面的那些人都只会带坏他的生生。但陆静是石生捡到的，虽然很快就把人送回去了，但那个孩子也确实可怜，又是怯懦自卑的性格，虽然没什么出息，但胜在和石生的性子有几分相像。石于白这才让他破例允许石生交了这么个朋友。比起文景，石于白更愿意石生多跟陆静接触，安全也足够让他放心。思及此，石于白轻飘飘地扫了眼文景，领着石生走进宴会厅。文景看着两人相携而入的背影，发出了一声微不可察的轻笑，抚了下自己的唇瓣。他忍不住去想，石于白要是知道了自己前几日按着石生的脚弄，方才又把石生顶在墙上亲，会不会气得想杀了他？那幅画面，光是想想，文景都通体愉悦。即便石于白再瞧不上他又怎么样？石生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，是石生怯怯地站到他面前，一字一句地说喜欢他，让他做他的男朋友。文景顿了一会儿，才慢悠悠地朝着宴会厅里走去。偌大的厅内，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。文景追着石生而去，却在半路被拦住。一张不算陌生的脸出现在他面前，浑身散发着高级香水的女人，撩起鬓边的一缕头发，冲着他娇嗲的开口：“阿锦。”石生正逗弄着周家刚100天的小孩，就被石于白碰了下手，示意石生转头。石生不明所以的顺着石于白的视线看过去，下一秒就不甚在意的挪开视线，指尖轻轻地戳着浴血可爱的小胖墩，嗓音软糯，叫哥哥。那么丁点的小孩子哪里会说话？握住石生的指尖，咯咯的笑，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他。石生最喜欢小而娇软的幼崽了，以前他就爱去青丘的兔子林里抓刚出生的小兔子玩，方圆百里只要哪里有萌娃诞生，他都要去看一看。今日也是因为是孩子百日宴他才过来的。石生看着孩子喜欢的不得了，冲着抱孩子的周家媳妇开口：“我能抱抱他吗？”周家媳妇先是看了石于白一眼，见他没有出口拦，才笑着开口：“把孩子放在石生的臂弯处，给你。”石于白看着石生满心满眼都是小婴儿的样子，嘴角扯出笑，扫了眼冲着这边看过来的文景，神色轻蔑。石生是他娇养出来的蔷薇，吃穿用度无疑不是最好的，怎么会对如今只是一个下人的文景生出情意？不过是文景异想天开罢了。石于白看着文景因为石生扫了一眼便移开目光的举动，而骤然难看的脸色，心底的愉悦散开，连带对着分了石生全部心神的小婴儿也多了几分喜欢，含笑开口：“这孩子倒是可爱。”周家夫妻听到这句话对视了一眼，眼角眉梢都是喜气。石于白是石家收养的，这件事情整个南城无人不知。当年石家父母骤然离世，不少人都唏嘘偌大的石家落在了一个养子手里，可私下议论归议论，没有人敢当着石于白说什么。尤其是短短几年，石家在石于白的手里变得更加不可撼动。要是能够搭上石于白得了他的亲眼，背后就是天大的好处。周家媳妇是女人，心思更为敏锐，她看石于白的视线10之7、8都是落在石生的身上，笑得温柔，话语对准石生：“平日里除了我，他爸爸抱都哭，今日到了石少爷怀里却乖得不得了。阿宝是不是喜欢这个漂亮哥哥呀？”后面半句话看着婴儿，但却都是说给石生听的。小婴儿听不懂大人的话，只一个劲儿地看着石生乐，像是在赞同妈妈的话。真可爱。石生把孩子朝着石于白面前放了放：“哥哥，他是不是好可爱？”石于白看着石生，意有所指：“可爱。”石于白这边一副温情模样，另一边的文景却浑身散发着低气压。方才石生看了他一眼，却轻飘飘地转过了头，看起来丝毫都不在意此刻有人含羞带怯地堵着他，一点也不吃醋，大度地让他心寒。文景不停地安慰着自己，石生是因为石于白才会这样，其实心里肯定是吃醋的。可即便如此，他心底还是生出了无尽的凉意。石生方才那一眼平静又淡然，不论他怎么回想都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情绪，冷漠像是分毫不在意他。我只是一个保镖，配不上您。文景烦得厉害，打断了面前人的话：“王小姐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”王思闻言愣了下，面色变了变后，温声开口：“我不在意的身份，你不用急着拒绝我，就算你不跟我在一起也没关系，我想要的不是男朋友，
文景皱眉，有些不明白王思的意思，却不想跟他废话。王小姐要什么？王思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沁着香气的名片，缓缓地插进文景的口袋，红唇张合着：“我想要一段露水姻缘。”这是赤裸裸的邀请了。文景愣了下，陡然之间面色变得森寒。王思却毫不在意，手放在耳边比了个打电话的动作，媚眼如丝：“你很帅，完全是我想睡的类型。如果你愿意，随时打给我。”王思说完，转身冲着姐妹走去，没给文景再说话的机会。口袋里的名片被文景拿出来，厌恶地看着，随意走到一个垃圾桶面前，想要丢进去。可最后一秒的时候，他顿住了，视线落在了人群中间的石生上。顿了2秒，他重新把名片放进了口袋，冷着脸朝着石生而去。石生抱了一会儿，小胖墩手臂就酸了，有些不舍得把孩子还给妈妈。石玉白正在不远处和别人说话，石生这才想起来文景，准备去找他，可一个转身却撞进了一个宽阔的怀抱里。对不起，石生抬头对着被他撞到的人开口：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无妨。清冽低沉的声音犹如山涧溪水般潺潺而出，温润悦耳。可脸上银灰色的面具却透出冷光，在宴会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石生看着被面具遮住了2/3面容的男人，眨了眨眼睛，后退了几步。“生生，没事吧？”“小少爷。”石玉白和文景的声音同时响起，一左一右的走到石生旁边。面前的男人看着这一幕，面具之下的寒眸有灰暗的光一闪而过。他漫不经心扫了眼文景后，看向石玉白开口：“玉白。”石玉白显然是认识这个男人的，熟人的打着招呼：“你倒是架子大，快结束了才来。飞机晚点。”男人说完看向石生：“这是你弟弟？”石玉白点头，又看向石生：“这是 JS 的总裁陆木生，你叫木生哥就行了。JS 是南城近2年来势头最猛的房地产企业，即便不能和石家这种庞然大物媲美，但疾驰的黑马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。”石生看着陆木生，乖巧的打招呼：“木生哥。”陆木生轻笑着打趣：“倒真像你说的那样，又乖又漂亮的。”石玉白挑眉：“你倒是见到我弟弟了，你夸得天花乱坠的女朋友我还没见过呢。”别着急，陆木生把视线从石生身上移开，缓缓开口：“你很快就能见到了。”石玉白应酬的时候，石生不喜欢陪着，打了个招呼说想去花园透透气。石玉白知道石生的性子，也没拦着，只是看着文景闷不吭声跟上去的时候，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悦。他盯着2人的背影，没有注意到陆木生同样闪过戾气的眸。花园里面静谧一片，淡淡的晚风吹过来，舒爽宜人。石生走到花园的秋千上坐下，有些好奇的开口：“为什么那个人戴着面具啊？好奇怪。”这样的宴会上，这副装扮不仅是突兀，还有些不礼貌。文景站在身后，慢慢的推着石生，眼神渐渐冷了下来。他到现在都没主动搭话，石生竟然一点都没发现不对，还有兴趣问别的男人。饶是再想忍住不发脾气，可还是没憋住胸口的升腾而出的力气。文景忍了又忍，最后还是没忍住，从后面捞着石生的腰，把人提起来，朝着花园的最暗处走去。石生猝不及防的失重，发出一声惊呼，不安的喊着：“阿锦，你干嘛？”文景快步把人提到墙边才放了下来，还没等石生再开口，就捂住了他的唇，伸手用力扯开扣的严实的衬衫领口，对着裸露出来的一截细白锁骨咬了下去。石生吃痛，伸手就去推他，平日里力气大的恨不能把他捏碎的人，此刻却真的被他推开了，连带着捂住唇的力道都消散开来。石生被莫名的咬了一口，眉眼间丝丝缕缕的委屈散开，嗓音娇蛮：“你疯了？干嘛咬我？很疼的。”“咬你？”文景看着石生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我恨不能撕碎了你。”石生撞进文景猩红的眼里，看着里面散发出的浓稠戾气，迟来的有些害怕，忍不住想后退，可身后就是墙面，他哪里还有退路，只能贴着墙，不安地看着文景，领口散乱，玉白的锁骨处有一个清晰的牙印，周围泛着红。文景半眯着眼睛看着石生怯怯的样子，语气像是沁了一层冰般：“怕什么？你是少爷，我是仆人，不是吗？”石生从没看到文景的这副样子，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清楚的知道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。他搞不懂，不久前文景还好好的，怎么一转头就变成了这样了？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一转头就凶他，还咬他。石生的锁骨处还有些痛，一双狐狸眼凝着文景，肩膀瑟缩着。文景抬手从口袋里掏出浸着香气的名片，对着石生慢悠悠的开口：“生生知道王思对我有意思，是吗？”白色的名片上王思的名字清晰可见。石生眨着眼睛，他知道啊。文景也知道他是知道的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太简单了，可就是太简单，他反而不敢回答，抿着唇不说话。回答我。文景捏着名片，双目赤红，不要再让我问第2遍。文景的嗓音太冷了，像是带着小刀一般，朝着石生的心口袭来，让他不敢再沉默，轻声回答：“知道。”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他在宴会堵住我？你一点都不生气呢？石生怔了下，这是要生气的吗？在他们青丘，这是一种很普遍的事情，漂亮的狐族经常会受到许多人的嗜好，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发脾气的事情，相反，这是对于自己眼光的认可，反而会让人愉悦。你知道王思把名片给我的时候说了什么吗？文景把名片放在石生的手里，抬起他的下巴，一字一句的开口：“他说想睡我。”石生双眸微微睁大，黑曜石般的瞳仁里印着文景冰冷的表情，下意识的开口：“不可以的。文景是帝君精血凝成，不能和别人在一起的，
否则就无法被收集。文景眼里的戾气浓稠并未散去半分，手从石生的下巴滑到了他的脖颈处拢住，问道：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文景表情没变，但石生能感觉到他态度有很轻微的转变，不像刚才那么疯了。他睫毛颤动，大抵是知道文景在气什么了。这里不像青丘，喜欢谁就与谁一处，或者一个人可以喜欢很多人。青丘民风开放，他们可以互享伴侣，妖就是这样的。可是在这里，伴侣之间如果有人被别人示爱，那么另外一方会生气。这点石生其实知道，所以他平衡着石于白、文景还有陆静。可王思是女孩子，她一时间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表现，所以触怒了文景。找到原因，其实就好解决了。石生握住文景拢着他脖颈的手腕，唇被准出艳红的色，像是熟透的樱桃，只要放在指腹略微揉捏，就能挤出甜腻的汁液。他看着文景，轻轻柔柔的开口：你是我的，所以不能跟他一处。文景看着石生，眸色还是阴沉，但却放下了自己的手，给了石生自由活动的空间。石生松了口气，却也知道人没彻底哄好，动着脚步朝着文景怀里钻，勾着他的脖子，垫脚时语气娇蛮：今天看你跟他说话，我很生气的，下次你不许了。文景看着石生说完话就想亲上来的动作，后仰了一下，轻飘飘的躲开，手却不老实的在他腰间摩擦，沉着嗓音：哦，为什么我看不出生生有生气呢？即便不当场发脾气，刚才两个人一起出来也应该责问他，而不是若无其事的坐在秋千上问别人为什么要戴面具。我心里生气，但是我相信你，所以就不气了。石生轻不到，就把脸埋进文景的脖颈处，语气有些得意：你喜欢我喜欢的不得了，绝对不会答应别人。文景沉默了一下，脖颈间石生说话时喝出的热气带着清浅的蔷薇香，如同妖精放出迷惑人心的烟雾，把他恐慌烦躁的心安抚了个彻底。是啊，他是那么的喜欢石生。那你呢？文景认命般的把人抱在怀里：你有多喜欢我呢？明明先告白，先说喜欢的是石生，但文景清楚的知道，真正处于下风的是他。石生被文景困在他和墙壁之间，那么小的一方天地，让他几乎逃无可逃，只能小声开口：比你喜欢我还要更喜欢你。这句话是石生从电视上学到的，当时男主角这样说了之后，他的伴侣就特别开心了。会喜欢我多久？永远。文景听到这句话后闭上了眼睛，叹息着开口：生生记住你现在说的话，千万不要食言，否则即便是敲断你的腿，我也会拴住你。石生看不到文景的表情和眼睛，听到这句话没有一丝犹豫的开口：甜甜的开口，绝对不会。甜言蜜语是最不需要费力气的。石生一叠声的应着。石生说回答完撒爱后，空气中安静了2秒，紧接着头顶就传来了低低的笑声，他腰间的手也收得更紧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把他腰勒断。这是危险解除的鼓声。石生是个骄纵的性子，危险解除之后，他脾气就不压轴了，埋怨的开口：疼，你抱得我好疼，锁骨也疼。文景松开石生，埋进他散乱的领口处，舌尖轻柔地舔舐着刚才被他咬出印子的锁骨，似安抚似逗弄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文景掐了下石生的脸蛋，被安抚好的男人恢复了一贯的贴心，替石生把衣服整理好。要是被哥哥看到，你就死定了。石生不自然地摸着锁骨，隔着一层衣服没有暴露出来，他才安心了些，黏黏的开口：这几天我要小心了。石生的皮肤很白，很容易就会留下印子，而且比一般人散的要慢，就刚才那个牙印，没有个3天估计难消。石生真的有些担心，如果石于白只是他的哥哥还好，但石于白那么变态，万一又要给他洗澡，或者是晚上到他的房间坐着跟他说话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看到的。文景的疯他尚且可以安抚，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，但石于白如果知道他跟文景做的那些事儿，石生想一想那个后果都觉得脊背发凉。不过石生那点害怕很快就消除了，因为刚从宴会出来后，石于白就在车里说明天要和陆木生去趟 M 国，为时3天。等石于白回来，印子肯定就可以消散了，他就不用提心吊胆了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不过文景的事情让石生长了记性，勾着石于白的手，有些不舍得开口：我会想哥哥的。石于白把石生抱在怀里，在他的头顶落下一个吻：哥哥也会想你的。文景开另外一辆车回去的，所以没有看到兄弟俩之间明显不像兄弟的氛围。对了，哥哥，你的朋友。石生指了指自己的脸蛋：为什么戴面具？木生小时候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，他毁了容貌，所以才一直戴着面具。石生恍然，怪不得大家好像都不奇怪的样子。宴会结束之后，周家媳妇抱着儿子正在跟丈夫说话，一个10几岁的男孩满脸通红的从楼上跑下来，嘴里呢喃着：嫂子，今天有人在咱家后花园亲嘴儿。11点，石家。宴会回去之后，石于白本想去石生房间里面偷偷的弄一弄，但是想到石生闻到酒味睡不好，生生止住了脚步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还是转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石生房间内开着一盏小夜灯，木木在他的手心里飞来飞去，不住的夸赞：太厉害了，小主子真是太厉害了。这才几天就把陆静搞定了，迷得他神魂颠倒。这3个人如今被小主子稳稳的拿捏着，再等20天，第1个月圆之夜来临，还不是小主子想宠幸谁就宠幸谁。石生趴在床上，一双脚舌在空中扑腾，酒红色的真丝随着他的动作滑落到腿弯，露出的一截小腿玉白纤细。他被木木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抿着唇笑。最近的进度确实快得不可思议。石于白肯定是最后一个，我还是决定第1个收集陆静。文景。石生想着文景最近越来越缠人的样子，他还是放在第2个。
他收集了陆静之后，断了跟他的联系。以陆静的性格，最多偷偷的难过，绝对不会纠缠或者惹出一些其他的事情。但文景不一样，石生摸着锁骨处的齿痕，觉得有些棘手，不确定他甩了文景会不会把人惹毛，到时候扯到石玉白面前。木木似乎看出了石生的担心，坐在被子上扑腾着翅膀。石玉白要是知道你和文景的这些事儿，一定不会放过文景。至于您，嘿嘿嘿，我知道小主子在担心什么。以石玉白的那副痴汉样子，知道了一定会忍无可忍的把您吃干抹净，这不是正合我们心意？管他吃几次，只要赶上一次月圆之夜，咱们就结束任务，可以回青丘了。我怕石玉白打我。石生是有些害怕石玉白的，从小到大，即便石玉白对他很好，可能是因为他刚成年的那天晚上，因为跟木木聊天聊得太晚，在石玉白来的时候没有睡着，那是他第一次知道石玉白是个变态。那天晚上，石玉白不停地亲吻他，说一些令人害怕的话。石生觉得石玉白如果知道他和文景还有陆静发生的那些事情，是真的会如他所说，把他关进笼子里，一寸一寸敲断他的腿骨，全身赤裸的只能看到他一个人。木木闻言不以为意，您忘了小主子，等您收集完他们3个之后，就会恢复真身和法力，到时候别说打你，他们连您的尾巴都碰不到。您是谁？那是青丘灵力最纯净的少主，随便捏个诀都让他们跪地求饶了。石生听着，那点害怕彻底散去。对啊，任务完成之后，他就恢复真身和法力了，到时候他9条尾巴，那3个人都不够他打的。嘿嘿嘿，石生笑得眉眼弯弯，声线很轻很软。那我明天去找静静，第一个是他的话，我要多去几趟。石生说完有些困，钻进了被子里。木木扑腾着翅膀落在他的手腕处，却并没有着急走，而是看着石生屁股上银色的针散着淡淡寒芒。石生觉得任务进度很快，但是在他，或者说在胡王和胡后眼里一点都不快。从来都不是任务选中石生，而是救回帝君这件事情，只有石生可以做到。帝君魂魄本来就是为您陨落。木木看着石生，轻轻地喊着王。文景本想着石玉白走了，他和石生这3天可以好好的在一起做一些亲密的事情，可这才第1天，石生就闹着非要来找陆静。陈叔明天回来，我明天后天都陪你。石生解开安全带，静静一个人害怕，我就陪她1天。陆家的管家确实是明天回来，所以石生今天才着急的要来，等明天有外人在，就不方便他勾搭陆静了。至于文景，石生轻身在他的唇角落了一个吻，你乖一点。文景听着这话愣了下，随即嗤笑了一声，你哄小孩呢？石生这才想到文景和陆静的性格完全不同，他歪了下头，阿景最好了，我最爱阿景了，阿景最大度了。石生好听的话不要钱的朝外蹦，眨巴着眼睛等着文景把车门锁解开。文景唇角的笑意浅淡，对石生的话很受用，但就是不放人走，显然是憋着坏心思。文景不开门，石生就一直夸，一直到了嘴巴都干了，都没能行。他皱着眉，有些不开心，都把他送到门口了，又不让他进去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文景见石生眉眼低垂，不说话了，才不急不缓的开口，答应我件事儿，就让你去，而且不催你，随便你玩到几点都行。石生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抿着唇不说话。文景现下倒是很有耐心，指尖点着方向盘，含笑看着石生。过了一会儿，石生轻软的声线才在车内响起，什么事情啊？文景捏住石生手，指尖在他掌心打着圈，嗓音低沉 Masturbation。 陆静打开门的时候，就看到石生对着疾驰而去的车直跺脚，嘴里好像还说着什么。狗东西！呸呸呸！哥哥，陆静眉眼温柔，在说什么？听到陆静的话，石生才回头，脸上的怒意很重，脸上的红看起来是气得很了。他咬牙开口，我想吃巧克力。文景说1颗100万，我看他真是疯了，谁会花那么多钱买颗随处可见的巧克力？石生说完，气呼呼把手中的巧克力包装撕开。陆静沉默了2秒，叹了口气，我准备小蛋糕，哥哥去吃吗？石生把巧克力恨恨地咬碎，看着陆静，脸上的怒意才缓缓散去，感叹道，果然还是静静最好了，一个纯的怎么疏解欲望都不知道，而另外2个比他一个狐狸精还要重欲，简直令人发指。陆静操控着轮椅，带着石生回家，又从冰箱里拿出小蛋糕，蔷薇花的造型，上面点缀着这个季节没有的樱桃。石生来的时候吃了早餐，但是看着小巧的蛋糕，还是忍住接了过来。冰淇淋蛋糕放进嘴巴里，甜腻的味道散开，比一般的蛋糕更甜一些。如果是旁人可能不太喜欢，但石生是甜，对于石生来说，这是刚刚好的甜度。他舒坦地眯起眼睛。陆静坐在轮椅上，在石生对面去看他，眉眼温柔。这是哪里的？比我平时吃的还好吃。我自己做的。石生抬眸去看陆静，狭长的眼尾上挑，漆黑的瞳仁澄澈的像是宝石。静静，你太厉害了，会画画，还会做小蛋糕，还做得这么好吃。石生把蛋糕盒子扔在垃圾桶里，余光却扫到了陆静手上的一个小伤口，皱着眉头开口，你受伤了？陆静闻言连忙把手背在身后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，做蛋糕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下，没事的。石生抿唇，给我看看。他说完伸手想去拉陆静，却突然觉得头有点晕。陆静连忙扶住石生，语气有些着急，怎么了？石生摇了摇头，陆静的脸在他面前不停地有重影，天旋地转，他一个重心不稳倒在了陆静的身上。陆静急得脸色发白，把人抱在了腿上。生生，哪里不舒服？石生勉力地攀附着陆静，嗓音软得不像话，头晕，全身的力气都消失了，
石生茫然地看着陆静，视线无法聚焦，脸颊处也泛上了莫名的红。陆静操纵着轮椅把人带到房间，他刚把人放在床上，石生已经缓慢地闭上了眼睛，手也无力地垂落。下一秒，陆静脸上的担忧尽数褪去，幽深的眸子里透出痴迷的光。他不紧不慢地从轮椅上起来，抬手抚摸着石生的脸颊。生生，陆静痴痴地喊着，唇角的笑意恶劣，好想你啊！今天他有一天的时间把石生放在手心里把玩，他要一寸一寸地品尝石生。只是可惜了，他不能在石生清醒的时候弄他，只能用这种办法。他太想要石生了，想得骨头缝都泛出了疼。陆静有些急切地低下头，把唇贴在石生的脸颊处，细细地去吮他腮边的软肉，唇舌湿热。生生好漂亮，好甜。陆静动了动，毫不费劲地撬开石生的牙关，含住带着蛋糕甜意的软舌品尝，兴奋的双目微红。他抬起手去解石生衣服的扣子，可手刚落在上面就被一阵吵闹的电话铃声打断。陆静不耐地抬起眸子，这个手机上的电话他不用看都知道是谁。挣扎了一下，陆静才终于放开了石生，接通了电话。木生，10分钟后有个视频会议，你方便吗？石玉白坐在酒店的椅子上，本来他和陆木生约了一起，但陆木生今天上午突然被绊住，要明天才能抵达 M 国。陆静看了眼石生，沉默了2秒，可以。挂断电话，他打开房间的暗格，拿出了泛着冷光的银色面具，又在石生的唇上点了下，才恋恋不舍地去了书房。房间门被关上的同时，石生猛然睁开了眼睛，漆黑的瞳仁里冷清凉薄。他怔怔地看了回天花板，才从床上起身，打了个响指。紧接着，手腕上的光亮泛起，木木出现。他刚睡醒，茫然地看着石生，怎么了，小主子？石生手肘搭在膝盖处，看着木木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半眯着眼，慵懒地开口，叫我什么？清冽的声线，尾音略有些沉，缓缓地荡至木木的耳畔。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声线让木木开始颤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匍匐在石生的手心，虔诚地开口，王。石生轻笑着，周身强大的压迫感却半分不减，说话的语调很慢，聪明的孩子，帮我把那些讨人厌的监视器屏蔽。这栋房子里每一个角落都有监视着他的东西，这让他非常的不爽。木木忙不迭地去屏蔽监视器，也顾不上那些在人间不许动用法力的规定，害怕的恨不得立刻返回青丘。救命啊！王的记忆不是只有帝君才能恢复吗？他大脑一片混乱，只能惶恐地跟在下了床的石生后面走进浴室。石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抬手轻抚着。幸而那些人哄骗他下界的时候用的是他原本的容貌，不然他会非常的生气。木木不知道，他却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恢复记忆，因为蛋糕里除了有陆静下的药，还有不小心滴在里面的血。他的记忆是被那个人封存的，也只有那个人的血能够解开。不过这维持不了多久，一缕魂魄的血而已。他长大了。石生解开衣服的领口，透过镜子看着上面的牙印，竟然敢忤逆我。木木知道石生说的是帝君抹去他记忆的事情。石生看着镜子里碍眼的咬痕，有些浅薄的不悦散开，却到底没有抹去那点痕迹。过了一会儿，浴室外有脚步声响起，石生嘴角勾起了一抹很浅笑，一双上挑狐狸眼映出万千风情。他推开浴室的门，然后冲着木木缓缓开口，打乱他的神智。P.S. 今天大粗长。石生话音落下，就看到陆静看向他时慌乱震惊的眼神变得涣散，呆呆地站在门口。石生慢悠悠地走到床边坐下，翘起腿，玉白的指尖勾了勾，对着陆静缓缓开口，过来。陆静像个提线木偶一般走到了石生面前，一双眼里没有焦距，跪下。陆静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，跪在石生的脚边，低垂着眉眼，像是被抽离了灵魂般。石生抬起陆静的下巴，嘴角勾出了一个凉薄的弧度，嗓音清冽，吐气如兰，这才是乖孩子。从灵魂里透出的服从，而不是欺骗、监视，找着机会把他迷晕玩弄。陆静的这张脸对于石生来说有些陌生，不过不打紧，脸陌生罢了，做的这些事情他可一点都不陌生。石生捏着陆静的下巴，居高临下的看他，轻笑了一声，勾起的眼尾是浅淡的不愉。没曾想竟然是这样着了你的道，取经血势必要臣服在身下，这是他以前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事情。青丘之主如何能辞服他人之下？就算是那个人，他也是不愿意的。可如今倒是没有第二个选择了。思及此，石生唇角的弧度散去，他抬脚踩在了陆静的肩膀上。其实有第二个选择的，他如今短暂的恢复记忆，只要吸干陆静的血，他就可以多维持一段时间现状。届时他再用一点小手段把文景和石玉白全部吃了，那他的记忆就彻底恢复，包括封存的灵力。可这样，那个人就将永远沉睡，再无醒来的可能。石生讨厌极了这种2选1的感觉，他的神色变得更冷。他本来可以不用2选1的。石生越想越觉得心烦，心口有隐秘的痛意袭来，他脚上用了点力气，踢向陆静，看他狼狈跌倒的样子，才觉得舒爽了一些，轻斥了一声：“滚出去吧。”语调散漫，却透着无尽的威压。木木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。一滴精血凝成的人实在是不中用。石生看着陆静机械般离开的背影，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逐渐剥离。他皱眉，重新躺回了床上，闭上眼睛。木木，你知道怎么做的，是吗？我知道。木木在床的另外一边发抖。王。木木说完，没有再听到石生说话，壮着胆子去探他的识海，确认石生已经陷入了昏迷，
他才泄了力气，朝着石生的手腕处飞去。他不知道石生怎么突然恢复了记忆，但他能确定存在的记忆不会维持太久，因为石生的额间并没有出现王的印记。真正恢复记忆之后，印记出现，灵力回归。石生醒过来时已经是下午了，他茫然地看着轮椅上担忧不已的陆静，怔怔开口：“我怎么了？”医生说是最近没休息好的原因。陆静脸色苍白，握住石生的手：“吓死我了。”石生平眉：“他休息得很好呀，不过想来凡人的身体是很脆弱，很容易就死掉了。”“我没事。”石生看着陆静眼眶泛红的样子，有些不忍心，捧着他的脸：“别担心，没事哦。”木木挥动着隐形的翅膀，确定石生的记忆重新被封存，松了口气，然后看向难过不安的陆静，翻了白眼。他给陆静吃了吃魂草，王昏迷之前说的那句话是不想让陆静占便宜。吃魂草可以让陆静在梦里随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也都是梦罢了。现在的陆静以为自己把石生按在床上，做尽了污秽之事，实际上他也只是做了一个梦罢了。木木看石生已经完全没有一点王的记忆，悄悄藏进手环里离开了。他要把这件事情禀告给暂管青丘的狐王。石生哄了陆静好久，让他别难过，一直等到天色都黑了下来，才算是把人哄好，松了口气，准备通知文景来接他。石生拿着手机，在上面没有看到任何一条文景的消息，才觉得有些奇怪。不过他也没放在心上，敲击着键盘。不过一句话还没发出去，石玉白的电话就过来了。“喂，哥哥。”石玉白捏着手机坐进车，身后是偌大的南城机场。他沉着脸，语气却很温柔：“我听管家说文景突然发了高烧，人昏迷了，我让司机去陆静家接你了。”石生闻言坐不住了：“阿锦怎么了？”“接你的人已经到陆家了。”石玉白顿了一下：“你回去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”石生放下手机坐不住了，对着陆静开口：“阿锦生病了，我回去了，改天再来找你玩。”说完，石生没等陆静回答，噔噔噔地朝着外面跑去，坐在车里对着司机着急地开口：“快回家！”陆静坐在轮椅之上，视线之内早就没了石生的影子，他甚至连句再见都没来得及说人就走了。而被丢在原地的他，手中还端着一碟水果。下一秒，漂亮的碟子被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四分五裂。陆静沉着脸，咬牙开口：“文锦，又是文锦！每一次带走石生的都是文锦，他迟早要让这个碍眼的人彻彻底底地消失在石生身边。”石家，晚上8点，石玉白坐在客厅里，看着手机上的照片，森然的寒意从狭长的眸子里散开，他指尖轻触着屏幕，接着一段视频开始播放。文景愤怒的声音，亲昵的吻，还有石生一句一句的：“我最喜欢阿锦了。”石玉白近乎自虐般的循环播放着视频，石生的每句话透过手机传出来时，都像是滚烫的岩浆浇进他的心口。他竟然不知道，文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引诱了他的生生。他看着两个躲在周家的花园角落里接吻，看着文景在石生的锁骨处留下齿痕。他养大的蔷薇竟然已经被别人攀折，石玉白的手垂在身侧，手背上的青筋蜿蜒到小臂，昭示着他滔天的怒意。我本来想再等等的，想再等这颗果实熟透一些，可就是他这么等了一下，就有人采下了这颗果实。无尽的戾气和悔意将石玉白如同一只细密的网，将他整个人缠绕，然后慢慢收紧，勒进他的皮肉之中，随之而来的疼痛不停地剐蹭着他的每一寸骨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开门声响起，石玉白侧过头，漆黑的瞳仁里映出石生诧异的脸。石生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石玉白，愣住：“哥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出差3天吗？”石玉白没回答，而是冲着石生招手：“生生，过来。”石生弯腰换鞋，也没纠结石玉白怎么突然回来，只有些担心的开口：“我先去看看阿锦，他在房间吗？”石玉白凝着石生，嗓音里的寒意彻底散开：“我说过来。”石生脚步顿住，一缕莫名的寒意从脊背处散开，让他不敢再反抗，朝着石玉白走去。生生好乖。石玉白嘴角扯出一抹弧度，眼里却是一片浓稠的晦涩：“哥哥给你看个好东西。”石生看着石玉白的样子，身上的冷意越来越重。闻言，他伏在石玉白的膝盖上，有些不安的嗓音怯怯的撒娇：“哥哥，你这样我好害怕。”每次只有犯了很大的错，石玉白才会是这副样子。上一次是文景带他去酒吧。石生想到这里，越来越害怕，大脑有些乱，不知道怎么又惹到了石玉白。石玉白看着石生惴惴不安的样子，把身后的手机放下了。石生的手机，周家给我发了他们家花园里的一段监控视频，生生知道是什么，对吗？石生听到周家时，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，恐惧让他拿不稳手机，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一双漂亮的眼睛开始闪躲，浑身战栗。石玉白并没有理会石生慌乱的样子，而是一点一点地抽出了自己的皮带，然后在石生的战力下套在了他的脖颈上。下一秒，